起初并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人们只是在不经意下发现身高似乎变矮了。或许因为变化的幅度太小，人们都将这当成了普通的测量误差，并未引起重视。唯一一个发现异常的人是他，周小九，一个对身高敏感到毫米的人。小九知道人的身高会有早晚变化，早晨起床时会比临睡之前高出约莫2至3厘米，然而一整夜过去，他却少了整整3厘米，这不科学。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小九是上网查了很久，毫无头绪。他不知道这变矮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所有人都这样。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得出去换个地方量量。小九在家的附近找个药店，火急火燎地站上了体重秤，拿起卡尺，举过头顶。1.69米，没错。对了，那个老板，你身高多少？我呀，穿上鞋1.65米左右吧，怎么了？老板，你来量一下呢？你这秤是不是有问题？咦，不对呀，我怎么就1.6米的个头了？这不可能啊！奇了怪了，这是坏了吧？在老板的疑惑声中，小九离开了药店。如果接下来继续变矮，继续缩小，会不会很快人类就会只有老鼠大小？不对，光是2个人的样本还不够，得问问身边的。喂，沈林吗？你身高多少？1.67米，怎么了？你先别问其他的，你现在去量一下身高。好的，你稍等。怎么样？啊，1.61米，怎么回事？小九，我怎么矮了那么多？你先别急，我也变矮了。我楼下药店的老板也测过了，他也是，很有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变矮了。不会吧，我脑子有点乱，让我捋捋。对了，3个人的样本也不够，这样再问问同学和同事，问问家里人，让他们都测一测。20分钟后，小九和沈林各自的家人群、同学群、公司里交好的几个同事的小圈子群都炸了锅。小九又用变矮了3个字为关键词，在微博上搜索了一下，这3个字已经上了热搜榜前列。出事了，出大事了，怎么办？人类要变成老鼠了。虽然知道这念头有些奇葩，可就是抑制不住的乱想。如果人类真变成了只有老鼠般的个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该提前准备些什么东西？对，去采购点物资。小九请了大半天的假，跑完了数码城、机电城和玩具城，猛剁手买了一大堆东西。上到4轴无人机，下到网红迷你厨房套装、压缩饼干、2箱矿泉水、绳子铁钉、微型弩等等等。甚至最离谱的是，他还买了一套德国的迷你机床，属于大件货。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买，这都是仓促而为，属于过于强烈的不安催发的野性消费。看见什么临时想到什么就买什么，没空仔细合计。以手机信号为主的无线电磁波正席卷着惊悚的消息迅速扩散。这件事将会成为一场信息大风暴，并将在接下来的短短1天，或者说是几个小时内席卷全球的每一寸土地。起初并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人们只是在不经意下发现身高似乎变矮，并未引起重视。可仅仅1天之后，一切已经晚了。喂，小九，我怕，你来接我下，我要回去。好的，你等我10分钟就到。小九与沈林是同学，同在陌生城市打拼，面对如此未知的危机，沈林只想回家找妈妈。小九把自己车的后备箱塞满，立刻动身。宜城市位于荣城南面，要回荣城的话，行驶路程370公里。不知道这缩小的速度是否会继续加快，时间能不能撑到抵达荣城？很快，车来到了沈林的楼下，看着梨花带雨的沈林，小九也来不及说太多，一切路上再谈。喂，妈，检查家里是否有老鼠，再多准备一些馒头，备好手机充电器，充满充电宝，准备好水果刀之类。知道了。我们都量过身高了，确实变矮了，情况确实不对劲，一路上注意安全，记得去把车加满油。知道了。对了，记得别去大公司的加油站，去小加油站弄2桶备用油。好的，明白。小九这边挂断，沈林那边也先挂了和父母的通话，正低头用手机搜索着地图。你爸说的有道理，前面不要右拐上高速，往左拐，然后直行2公里，有个小加油站，加油站旁边有个连锁超市，等会你去加油，我去超市买吃喝，我会买2个15升的大桶，然后把水倒掉，拿来装油，再买1箱小瓶的。明白。后备箱没空间了，东西全放后座上吧。很快，2人抵达加油站，按照先前的分配，沈林先去买水，小九则直奔加油枪。幸运的是，虽然在互联网世界里变矮了这个关键词正狂飙突进着冲向热搜榜前列，但现实世界里还没有乱起来。这回来加油的人并不多，还是和平常一样。兄弟，95晚上还有个事儿，我一哥们的越野在前面山区跑没油了，让我带油过去救他。等会儿麻烦你给我装30升，行不？工作人员正打算摇头拒绝，小九却快速凑了上来，悄悄将2张票子塞进他工作服口袋。兄弟，帮个忙，10万伙计。那你停前面去，那边你车刚好挡住监控。10分钟后，小九和沈林再度出发。现在的沈林出奇的冷静，他将副驾驶座调到最靠后，将先前买的小瓶矿泉水全部拧松。小九，你想过没？虽然你是准备了备用油，可如果车真没油了，我们人又变得特别矮了的话，怎么自己加油？暂时还没想好，也不知道怎么做合适。对了，你这车有220伏放电的功能吧？有的，我车是增程的。这样，等我们回荣城，我给你用电脑的水冷散热器做个水泵就行了。小九这辈子开车都没有超过速，但此时混动越野以160的时速在荣一高速上狂奔着，他打破了人生准则，
那是因为他没得选了。高速入口的车开始多了起来，人群中弥漫着不安。看来不少人发现问题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无论如何都得抢在车底乱起来之前到荣城。在小九说话之际，沈凌将小九的手机用双面胶稍微粘在前挡风玻璃下面的仪表台盖板上，一边看着旁边他自己的手机。对了，过了前面路口，你最好下高速。这会已经是半夜，可地图上变红色了，估计接下来高速上很可能会堵车，得走小路。这小丫头心思缜密啊。小九嘴里回答着，感觉座椅不舒服，将座椅往前调一点，一阵不安涌上心头。虽然现在没办法测身高，但我现在肯定连1.6米都没有。从出发到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又矮了接近10厘米，这缩小加快的程度不是线性的。我知道，你等一下。只见的沈凌先将座椅放倒，然后尽可能拉直身体，用双脚夹住卷尺顶端，再顺着身体把卷尺拉出来，伸到头顶，又低头看读数。我这样量虽然不算精确，但比估算还是更准一些。你说一下你之前几次量身高的准确时间和数据，我全部录入到表格里去，找找规律。10分钟后，沈凌又重新量一下他自己的身高，再录入最后一个数据，然后套上公式。算出来了，事实上，我们的身高变化在今天早上之前都没什么规律。你最开始测出来只少了0.1厘米，那其实只是个启动信号，真正呈现出规律还得从今早上算起。说人话，我现在只想知道结果。你就以1.3米为极限，算算时间，我还能撑多久？57分钟后你会低于1.3米。那就麻烦了。这里离荣城还有280公里，等下了高速走过道，车速最多只能到80，剩下还有200公里，之后半段路不好走。对了，你有驾照吗？有，驾龄10年，但是没开过车。那也没办法，等我实在开不了，你就坐我身上，负责控制方向盘和看路，我来踩油门和刹车。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减速刹车，车速要控制到60以内，一定不能出事故。起初并没有人意识到身高变矮是一场灾难，可仅仅1天时间，城市里满是无主的衣物和一堆堆的灰尘。沈凌，快把手机充电线用胶布粘在中控台盖板上，先往下拉的位置要通过车载空调的出风口，记得要粘牢一点。明白。你是打算万一我们真变成老鼠大小，就顺着这绳子爬上去，对吧？是的，我感觉变化越来越快了。还有，我后面有无人机，你也拿出来。好的，我知道，但是这是不是没有意义啊？我们到时候等待救援不行吗？想什么呢？是全民变矮，都自顾不暇，我们只能自救。对了，我的车有手机控制的自动泊车功能，到时候也能自救，只是速度慢而已。万一到最后一步，我们用手机开回去。你还真认定了我们的个子会缩小到老鼠的程度？不知道，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你再用包装盒做一个篮子，挂在无人机的下面。时间不等人，小九把能想到的事情在变小之前安排好。其实与沈凌担心的不同，小九觉得如果人类变小的同时又有如今的科技水平与生产力的话，会不会是地球另一个发展的方向？对了，我记得我跟你讨论过老鼠的智慧，你曾说人类必须要维持足够的脑细胞数量才能维持现有的智慧，对吧？是的。怎么了？我自己的感觉，我们的身体是在缩小，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智力退化。或许变小是人类在优化。你看座椅上的灰尘，这是组成人体的除了碳和氢之外的其他元素凝聚而成的灰尘，会不会是剔除掉身上的冗余物质？太可怕了，以人类现有的科技与知识水平完全无法理解。好了，别想那么多，我们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活着回家。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先自救。听经50分钟过后，小九不得不小心翼翼将车停到了路边。他已经太矮，彻底开不了车了。沈凌推算的57分钟基本准确，此时2人的衣服和鞋子已经宽松到了几乎没法穿的地步，比预计的跑得稍微快一些，还有193公里路程，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小九扭头往旁边看去，却见副驾驶上的沈凌正动作麻利地脱着衣服和裤子。我们的衣服并没有变小，现在太碍事了，你也脱了吧，万一裤腿挂油门上，那我们都得凉。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毕竟你懂的。你一大男人磨磨唧唧的，这叫紧急避险，懂吗？不行，这会让我分神，你坐在上面也会叫别人看见。我这有短袖，你先披上。简短的收拾一下，2人按照约定，小九负责在下面踩刹车油门，沈凌在上面看方向，2人简单约定了口号，试探性的顺着路沿把车往前开出去50米。不行，这样不行，你太让我分神了。你把那边的衣服裤子都拿过来垫着，这样你能坐更高些，我也好集中注意力。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保守啊。很快磨合好的2人继续发动汽车，1个小时过去，2人前进了40公里，还剩150公里。不行了，得加快速度。小九已经躺在驾驶座下方的地台上，沈凌则是完全站在了驾驶座上。又过去1个小时，还剩下116公里，沈凌不得不再次在车里寻找能拖得动的物体垫脚，可缩小的速度似乎继续加快。2个小时过去，即便是垫着东西，也已经无法操作。此刻距离目的地也就40公里左右，2人的体型已经变得只有橘猫大小，力气也变小了许多。沈凌不怎么能拧动方向盘，小九也不怎么踩得动油门和刹车了，看来得靠手机的泊车功能来控制了。小九爬了上来，操作着手机屏幕的方向键来控制汽车的方向。你别说，这功能还真不错。自打买了之后，这功能就是个鸡肋，谁才能想到竟还能有这奇效呢？现在城市里肯定乱成一锅粥吧？要不是我们着急赶路，也一样怕得不行。其他人不好说，不过我看你这准备周全的样子，你肯定不会慌。也许吧，因为我很清楚，
慌乱解决不了问题。不对，等下，前面有情况。就在他们前方大约50米处，有一辆冲出路边并侧翻在地的轿车，轿车变形非常厉害，车窗玻璃几乎全碎。这是驾驶员在体型缩小后还不甘心，强行开车导致的吧？差不多。不过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诸如此类的车祸将会接二连三。突如其来的惨烈车祸让二人一下子沉默了许多。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做了不少周全准备。对了，沈凌，你用你手机救援吧。有用吗？试试吧。很明显，电话里传来战线的提示音。其实这都在小九的意料之中。我只是想测试一下各个机构的运转情况。对了，你再上网看看现在的一些热搜之类的。小九知道，如果想要带着家人一起活下去，就必须得更全面掌握目前外面的情况，估算崩溃速度。沈凌听着小九的解释，也能听出小九的话里的意思，但是突如其来的晕眩让他们根本来不及再想太多，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倒了下去。幸好手机开车需要把手一直摁在前进键上，小九这一倒，车子自然而然的停了。起初并没有人意识到身高变矮是一场灾难，可仅仅1天时间，城市里满是无主的衣物和一堆堆的灰尘，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醒醒，快醒醒啊！醒醒！我这是怎么了？我在哪里？小九，小九，快醒醒，快醒醒！在沈凌急促的呼唤声中，小九突然从迷糊中清醒，瞪大眼睛看着沈凌。这一刻，衣服什么的已经完全滑落，两人坦诚相见。那个，你衣服我……磨磨唧唧，醒了就好，快来帮我量下身高。沈凌指了指座椅上的卷尺，现在他们的身高，一个人已经似乎无法自如地使用了。别墨迹了，快点，我平躺着，你给我量一下身高。这没有衣服的遮挡，小九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应该放在哪里。他对沈凌真没半点想法，就是好哥们。可现在这局面，别乱想，这叫紧急避险。我现在的身高只有8.6厘米，你是8.3厘米，基本上我们推测正确，跟老鼠一样。说着话，小九看到了车里的插墨镜的眼镜布，扯出来裹在腰间，而沈凌也有样学样的扯了一张裹在身上。就像你说的，这是最糟糕的结果。那你认为我们还会继续变小吗？是啊，变成老鼠体型人类，既失去了对现有的绝大多数生产工具的控制能力，又不得不面对自己这个头恰好处在猫、狗甚至是老鼠的猎食范围的尴尬局面。应该不会了，先前的昏迷看来就像是一场突变，是这次超自然现象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就是说，我们昏迷的时候，这场变化的临界点现在突破了，就停止变化了。我不知道，只是猜测，要是有实验室就好了，我们可以研究下身上的细胞到底是变小了还是减少了。对了，刚才我醒来的时候看了手机，现在居然还能上网，你看网上甚至都出现了求生攻略。这攻略虽然好心，但其实对我们没什么意义，现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惊醒术不如无书，随机应变吧。对了，休整10分钟，给家人报平安，然后我们继续出发。好的，明白。10分钟后，尽管二人各自都还有很多话没说完，但都及时掐断了通讯。家人的情况似乎比他们要好就行了。我刚才看了下地图，还有43公里，我们的油足够，可接下来进城了，路应该不好走。我知道，越靠近城市，车流量就越密集，还会有很多出事故的车辆。现在是6点，我们争取12点前到家吧。对了，你抽空简单测一下自己现在的体能数据，比如跳高和臂力之类的。好的，有道理，是得测一测。小九准备启动汽车，而沈凌则根据记忆中的刻度位置，粗略测了一下垂直起跳摸高和站立摸高。我现在垂直能跳4厘米多，按照以前的换算，得是80厘米以上吧，这有点不正常。沈凌又试了下自己的绝对力量，他尝试扛起手机，你别说，还真成了。虽然坚持时间不长，我们的身高缩小到1/20，初步估计体积的缩小比例是1/400。假定身体密度不变，那么体重也缩小为1/4。这一算不要紧，沈凌是大吃一惊。按照比例，他现在的体重应该是200多克，可他竟然能扛起200克的手机。比起缩小，已经没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了。体型小的动物本来就该有相对更大的力量，就像猫、老鼠，而我们的确已经变成另一个物种了。那我们得注意了，现在的我们连一只野猫都打不过。不对，等等，前面不对劲。此时天已经完全大亮，前方不远的路中停着一辆大货车，看似平静的车边，几只野猫趴伏在哪里，脑袋摇摇晃晃，嘴扑在地上，似是在啃着什么。是人！随着沈凌的尖叫，两人被莫名的恐惧吞噬心神，那种透骨冰凉袭来，野猫嘴里叼着的是人类。小九，我们快走吧。卡车里的人或许是因为燃料耗尽，被迫徒步，虽知道刚下车就撞见了野猫。现在野猫在面对赤手空拳的人时就是猛虎。小九控制着车继续缓缓前进，虽然只有每小时10公里，但是总比抛锚强。这最后的路程，二人见到了无数惨状，又是一辆抛锚的车，一个人在呼救，路边没有野猫。两人商量下停下了车。沈凌，你放出无人机，用无人机扩音器告诉他别带任何武器。二人起初的确是想救人的，小九甚至让沈凌放出了无人机，然而被救的人居然偷偷的藏了大头针。在这样的环境下，遇到农夫与蛇这种事，而沈凌冷静的将那个扔进了草地。疯了吧，这些人，我们是要救他，他竟然想害我们。正常，以人类的本能，在这种时候其实很难再顾得上道德，想尽办法让自己活下去是第一要务，第二重要的大约就是家人吧。那你还愿意绕路送我回家？虽然我们勉强算顺路，可你要进城绕一下，终究是多了些麻烦。你我又不一样，不是陌生人，是同事，
也是朋友，你我之间互相很熟悉与了解，有着足够的信任基础，我心理上完全可以承受绕路的代价。其实很多话不用小九说的太明白，沈凌心里也清楚，如果他俩不顺路，小九可能不会送他回家，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好了，别乱想了，你不是说网络还可以用吗？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没有完全崩溃，接下来遇到被困的，我们想办法网上发信息，这样算是仁至义尽。对，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刚才我看到网上已经有救援通道了，甚至还有紧急应对计划的时间表公示。这是个好现象，时刻关注，找到对我们有用的。中午1点半，比预计的事件晚了1个多小时，两人总算到了目的地。然而小区门口的保安亭里已经空空荡荡，坐在大爷晒太阳位置的野猫早已预示着全民变矮后的第二天，小区门卫的工作已经被野猫顶替，而老鼠已经可以大摇大摆地跟人类夺食。书接上回，小九与沈凌总算平安回到了小区楼下。走，我先送你回家吧。不用，先去你家吧，休息一下吧。你家2楼，我家12楼，现在我们很累，状态不好，无人机飞这么高不安全。也行，其实对我们来说，现在车里反而是特别安全的地方。确实，车门一锁，留个出气的缝，按照我们的物资，过几个月都不成问题。除了昏迷那段时间，此时二人已经记不得多久没有睡觉，能扛到现在全凭一口气，的确是该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小九和沈凌二人此时都只能用眼镜布当衣服，胯下生风凉飕飕的感觉很是不爽。得想办法做2件稍微像样的衣服，哪怕只做成浴袍模样也行。走一步算一步吧，见招拆招。两人借用无人机直接飞上了2楼，小九还特地转了2圈，检查下家里有没有野猫老鼠的踪迹。6小时过去，手机的闹钟惊醒了两人，该做正事了。两人直接搬着剪刀在床单上是一顿乱剪，大半个小时，剪废大半张床单，可算给各自做出几套能穿的无袖长袍。要不要给爸妈他们也做几件衣服呀？你想什么啊？他们的针线活是我们能比的，我们这点3脚猫功夫就别拿回去丢人现眼了。衣服问题暂时解决，现在就是搬运物资了。因为体型的问题，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都得借用无人机解决。两人是把脑袋中所有的知识都搜刮了一遍，就比如开冰箱都得用上杠杆原理。在转运物资的情况上又出现了难题，单独用无人机一次能运的东西数量有限，倒腾不了多久就会耗尽电量。实在不行，直接开门走电梯吧。想什么？千辛万苦回来，不是当猫粮的。对了，用床单。小九将床单切成一条一条，制作出一根长长的绳子，一端缠绕在桌腿上，一端则吊住吊篮，然后用手机远程操控车子靠近楼房，刚好让天窗位于吊篮正下方。10几个小时过去，食物补给基本上搞定，两人开始合计如何去沈凌家里搬东西。我家里都是大件，我的电脑、工具箱、3D 打印机之类的，将来都可能会用到。对了，还有我那台无人机，虽然性能远不如你这台，不过终究也算有点用。东西都是好东西，可都是太重了，12楼有点难搞。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讨论，两人最终敲定了搬运方案，就是扫地机人与电动平衡车组合。扫地机器人放上篮子，电动平衡车的轮子做绞盘。对了，一些东西可以先用3D 打印机加工出零件带走。俩人都算得上聪明人，工作中本来就有工程制图与建筑制图的内容，沈凌使用3D 打印机也很熟。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俩人一边与家中联系，远程协助老家那边的家人们进行安顿，一边在沈凌的家中制作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工具与武器。小九，你看，网上又有相关的研究数据更新了，小型人类的跳跃、奔跑与体重的相对力量都有大幅提升。是的，这几天明显感觉自己是变得不一样了，动态视觉、神经反应、肌肉反应等等比之以前都有了提升。我们的智力没有退化，那么某种意义上，这算是进化吗？或许吧，人类虽然没有尖牙利爪，但是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就在两人交流的空档，突然小九感觉到危险的逼近，扭头一看，竟然是2只老鼠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来的。小九和沈凌面面相觑着，神情极为紧张。现在身边只有一把美工刀，别动，千万别动。8目相对，老鼠头对着头，时不时嘴碰一下嘴，似乎在交流什么。小九双手抱着美工刀，很明显，这2只老鼠在权衡与讨论，以确定是否有必要与这俩争斗。突然没有一丝征兆，俩鼠猛然扭头扑了过来，小九立刻将沈凌护在身后，双手抱着美工刀挺身向前。万万没想到，在行到半路时，这2只老鼠竟突然兵分2路，前后包抄。沈凌，小心，他们的目标是你。小九狠狠咬牙，猛转过身，勉强将刀横挥而出。他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对老鼠造成伤害，只能搏一搏。然而就在此时，异变再生，老鼠的目标竟然不是沈凌，而是变相扑倒了边上的薯片，然后转身窜上了阳台。一切发生的突然，结束的也突然。沈凌直接2腿一软，瘫倒在地，而小九在恐惧本能驱使之下，肾上腺素的作用下，算是表现稍好。吓死我了，这俩老鼠也懂趋利避害啊。动物世界上讲过，狮子与猛虎虽然强大，但却很少捕猎与自己体型接近的其他野生动物，并不是对付不了，而是不愿受伤。老鼠估计也一样。小九的话其实并未说全说透，因为他刚才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点，老鼠居然还会兵法，巨大的危机感在心头生。起初并没有人意识到身高变矮是一场灾难，可当家里的宠物纷纷对主人出手时，失去身高优势的人类被堵在角落无处可逃。接上集，因为老鼠危机的突然出现，
给小九两人敲响了警钟。除了搬运物品，休息的时候都选择在车里。而小九与沈凌商议了一下接下来的计划，闲聊着家里的情况。我爸那人是个技术宅，在繁阳市也没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天到晚就捣鼓各种新奇玩意。那个，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别墨迹，说吧，我听听。我们直接接上你爸妈一起到乐来县，我个人觉得我们一起更安全，更有保障。其实就算小九不说这话，沈凌也在思考着这件事情。而与沈凌相处，小九见识过他技术上的能耐，算是强强联合吧。喂，爸妈，我已经出发了，你们还好吧？我们都挺好的，你路上注意安全。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很镇定，可似乎边上母亲想说什么却被父亲阻止了。原来就在昨天，老两口在阳台上目睹了隔壁邻居一家4口被宠物堵在阳台的惨状。俩人晚上睡觉时甚至只敢躲进床头柜里，数次被噩梦惊醒。而跟沈凌通话强撑着报喜不报忧而已。小九，你快看，道路上竟然还有铲车与叉车在清理路障。看来整个秩序并没有被击垮，人们都在想着各种解决的方案，这就是人类强大的地方吧。快看，快看天上，他们也在用无人机。天空中加装了吊篮的无人机在低空处缓缓划过，这些无人机吊篮里大多人满为患。荣城2000多万人口，如今一下子停转，种种紧急情况层出不穷。而商业无人机表演公司、无人机生产销售企业都已经紧急转入战略资源序列。对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找个懂改车的合作，完全可以用 3D 打印机与你的加工车床制作出适合我们现在体型的小型驾驶台。哎呦，不错哦，有道理。还有，我可以完成驾驶台的编程，再让汽修厂把我的驾驶台和车辆动力总成连接起来就行，那到时候就方便多了。不愧是技术宅啊，这思路不错。对了，你继续关注网上的消息，整理网友的脑洞，这样我们可以尽可能减少自己的工作量。还有，国家不会不管，也得时刻关注。车在路上整整行驶了12小时，两人总算抵达了繁阳。我们直接放无人机上去接他们，还是一起上去？直接放无人机吧，速战速决。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无人机飞了上去，却被逼了回来，因为有2只猫蹲在了他们家的阳台，直勾勾地守着门口。好险，刚才幸亏没在无人机上。无人机拉升时，摄像头正好照到了隔壁的阳台的那一堆枯骨。调整了镜头，2位长辈的脸也出现在画面里，他们神情却极度复杂，既有对生的眷恋，却又隐隐透出股放弃的癫狂。对了，我们不是有一套铠甲，给我穿上，我得去救我爸妈。冷静，听我说，赶紧用手机联系他们，让他们别想不开，我们有办法对付猫。看着摄像头里的父母，很明显他们的内心挣扎，但是在自己与孩子之间，他们不想成为累赘。可但凡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谁又愿意赴死呢？爸妈，你们听我说，我们能对付猫，你们坚持住，等我们换个无人机电池。因为身高的限制，这准备加换电池，一晃接近2个小时。这次无人机下面不再悬挂吊篮，取而代之是一个被切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这就是沈凌说的盔甲。这也是2人这些天测试的结果。瓶子下面有孔，可以腿伸出来，受到攻击也可以缩回去。而瓶子的周身都有孔洞，孔洞上安装了气针，瓶子里放置了一个比火机略大的高压气管，这就是简易射定枪。当无人机再次悬停在阳台上空，下面的2只猫开始焦躁地张望。小可爱，就是你了。小九毕竟是初次使用，第一下打偏了，不过还是把猫吓得炸毛。第2次，小九校准了一下，再次射击，或许是运气，又或许是他真有那个天赋。这次定书针竟然精准地命中了猫鼻子，黄猫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嚎，直接窜到了隔壁阳台。另一只白猫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抬头好奇地打量着无人机。啪的一声，第3枪正中靶心，白猫复制了黄猫的举动，窜回了隔壁。不错，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看到猫被击退，老两口用力地将移门推出条缝挤了出来。而小九放出绳子，沈凌的父亲沈墨星先让妻子动作麻利地固定住，再把自己系好。无人机缓缓升空，救援行动大功告成。小伙子，谢谢你。不过，叔叔有话您直说。是的，爸，这里没有外人。那个，我的书房有很多航模设备，我想以后可能用得着。你看，小九觉得沈凌已经够厉害了，但他父亲似乎更厉害。航模在当下绝对是好东西。明白。只要重量别太夸张，我们统统都带走。2个小时之后，一切搬运结束，车再度缓缓出发。而沈凌的母亲拿出了2套衣服，这果然还是老一辈的手艺靠谱。车缓缓地开着，时间一点一点过，距离乐来县也越来越近，已然不到15公里。一切顺利的话，他们最多还有2个小时就能到目的地。快看，那里停着一辆电动3轮，好像有人在求。如果1天后人类的身高将缩小至8厘米，你会做哪些准备？我看向家里的宠物。接上集，小九带着沈凌一家继续上路，可路边的求救引起了沈凌母亲的注意。小九明白他的意思，给沈凌一个眼神。妈，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跟你讲，昨天我们打算救一个人，他竟然藏着针想害我们。是啊，阿姨，我没有害人的心思，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沈凌的父母听完了2人的叙述，心情复杂。仅仅2、3天的时间，
人性竟变得如此复杂。那我们至少帮他们报警吧。小九没有回答。当汽车缓缓经过3轮时，周围老鼠四散，小九本能地停了下车。可眼前的一幕令人意外，车里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人。那个人怎么那么熟悉？对了，袁一可，怎么是你？小九，真的是你！我的天，有救了，有救了！村民们，我们有救了！袁一可，小九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是同乡，两家相隔1公里，两人的关系也挺微妙，超越朋友，可没到恋爱。你怎么在这里？哎，别说了，我带着施工队干活，结果就遇上了这茬事情。本来大家以为能齐心协力靠着这台电3轮勉强回家，结果抛锚了。在袁一可到豆子一样的倾诉中，小九很清醒的知道这人得救，但是敌也得摸，毕竟人性经不起考验。乐来县是个小地方，人与人的社交圈十分重叠，稍微多聊2句，就总能发现双方沾亲带故。叔，你哪的人啊？驯龙乡，这里干活的都是老乡，一个大队的。小九在听到驯龙乡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老家隔壁的继续深聊，小九是脸色一红，这大叔竟然是亲表叔，自己小时候还被他抱过，只是太小没了印象。当然，小九还多了个心眼，直接给父亲打了电话验证。乡亲们，既然都是自家人，咱收拾收拾，抓紧都上车吧，顶多2小时咱就到家了。人多了，车里热闹了。随着人类体型突然缩小，文明秩序逐渐崩坏与退化，这种由地理与血缘组成的小型社交网络必将重登历史舞台，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个小时后，小九爬上了方向盘，激动地按下了喇叭。到家了，大门缓缓开启，几十个小人出现在面前，而最前面的周领生，小九的父亲。我的好蛋，你总算回来了。爸，家里这么多人啊？都是自家亲戚。你给我打电话示警之后，我让附近的亲戚赶紧聚拢过来，林总加起来共计60元。看着房子外面的防鼠网，头顶的防鸟网，还有这满院子的物资，小九不禁感叹，还是老一辈子强啊，这物资吃个3年没问题。最搞笑的是，小九发现父亲他们竟然提前准备了一批纸板房子，1家1间，安排的妥妥当当。小九来看，叔叔阿姨们真用心，连厨房灶台啥的都能搭起来。确实，我们总想着断水断电断网，而这些对于老一辈来说啥也不是。到家了，心放下了。小九简单的刷了会手机，才发现国家已经发布了很多对应的实用的生存指南，甚至还直接公布了很多实质性的应急技术成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成套的车辆改造技术。终于来了，这就是国的力量吧？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轻言放弃。缩小的只是人的体型，人的智慧还在，精神也还在，5000年沉淀而来的意志也还在。沈凌，你看到网上的车辆改造技术了吗？设备我们都有，能搞定吗？放心吧，我不行，不还有我爸呢。小九，救我！是大伯别急，你冷静告诉我你的情况。原来大伯带着爷爷奶奶过来集合，可车子刚开出乡场就遇到了体型急速缩小的变故，车抛锚在了路边。他们没有小九那么幸运可以手机驾驶。小九，你听我说，我们的物资再撑个7、8天没问题，但是我孙子发热严重，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家里的土狗看到我车了，正蹲在车门边。确实，孙子发热与狗子蹲点2件事堆积在一起，处境一下子恶化许多，救援行动迫在眉睫起来。从县城到大伯家光明乡的路程为30公里，但有一段省道，还有一段县道山路，这路属实不好开啊。小九，你先去休息吧，我也看了地图，这路不好走，如果按照依旧用手机控制，最少得7、8个小时。是啊，小九，你先休息，我们利用公开技术，全力制造简化版的驾驶座舱，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孩子，不要一个人扛下所有，多相信身边的人。去吧，大伯那边我会安抚住。很快，小九沉沉睡去，这一觉感觉睡了很久，又感觉没有睡着，各种画面在脑海中争抢，直到大伯也出现在梦境里，还有那只狗，小九一下子惊醒。快，没时间了。全民变矮后，村里的狗子因无人喂食，纷纷开启了自助餐模式。仅仅8厘米身高的人类根本无法抵抗。小九从梦中惊醒，这一觉竟过去了3个小时。理论上要2、3天改装的车，在沈凌妇女的指导下，居然已经接近尾声。这对技术宅妇女是真的令人惊喜。小九，这为了赶时间，我们只是重点解决了方向盘、油门、刹车、换挡杆这4个关键部件。小九，你看，给你定制的方向盘可爱吧？核心控制开关都在上面，3D 打印的，市级从权，将就着用。对了，还有车的控制程序我也重新写了，微缩方向盘的转动必与下面的汽车方向盘达到基本一致。父女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全是专业话术，小九根本插不进话。不过没时间耽搁了，按照步骤，小九发动汽车，简单试了下拧动方向盘，没有问题，可以动。沈叔叔、沈凌，你们忙到现在了，要不你们休息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沈墨星此时缩在仪表盘洞里看着指针，而沈凌则在研究迷你机床的说明。父女俩都假装没听见小九的话。那行吧，不过沈叔叔你如果要出来的话，记得先告诉我怕我打方向的时候，下面的方向盘跟着转会撞到你。没事，我就躺这里休息了，也方便帮你看一下车速。车后座还跟来了一大群人，把能用的武器都带上了。这些亲戚是什么职业都有，叽叽喳喳讨论着
如何跟狗斗智斗勇，甚至有人遗憾家里竟没人当过兽医。这换了驾驶舱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开起来顺畅多了。很快，车就进入了乡村土路，这路况不佳是一方面，沿途时常遇到的抛锚与事故车也给小九造成了极大困扰。这时候就别提什么刮擦磨损了，直接挤开了。你小心点，等回去了，给你车周身再改改。一晃2个小时过去，小九终于把车开到了距离光明香厂还有1公里的地方，车却再也无法前进了，堵了。沈林，你用无人机看看前面什么情况？在拥堵队伍的最前方，是一辆大货车横停在了路上，车厢直接将整条路截断。我找了一圈了，没看到货车司机，看来是凶多吉少了。这样吧，那先用无人机找一下大伯的车，应该离这里不远。沈林顺着公路一直往里飞，按照指引，无人机没花多少功夫就找到了大伯的车，正停在路边上。而大伯家的狗现在趴在车子，你飞低点看看，没准能吓跑它。随着光学变焦镜头快速拉近视角，看着画面的沈林发出声惊呼：小九，小九，你快来看！屏幕上那条狗的2条前肢中间还有一堆零零散散或长或短的骨头，而骨头旁边的2条破损的衣服暴露了真相。哎，或许是狗饿慌了，把人类当作老鼠了吧？也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听你大伯的使唤了。不知道，没人敢赌，也赌不起，输的代价太大，大到无法承受。因为无人机的骚扰，狗子对着天空狂笑，也惊醒了在车里休息的众人。大伯看到了天上的无人机，连忙拨通了小九的电话。喂，小九，是你们的无人机吧？对的，大伯，我也看到狗子了，但是大伯这狗可能不能留，因为……我知道，你别说了，按照你想法去做吧。大伯的狗叫元宝，是大伯救回来的，与家人非常亲，也非常听话，甚至可以说通人性。在大伯家4年了，抓老鼠无数就算了，还给家里抓过贼，甚至还救过大伯侄子的命。这狗唯一的缺点是对陌生人特别凶，以前大伯甚至为此赔了好几次钱。在小九的车里，众人商量对策，最终敲定了方案：高空置物，简单直接。沈林，一会我掉在无人机下方，你控制高度在狗上方15米左右，现在没有风，应该问题不大。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是做了几次论证投掷。小九知道这样做显得有些残忍，但是这又涉及到了另一个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而元宝过界了。很快，无人机再次悬停到了大伯的车上空。可新的问题出现，狗子因为无人机的出现变得不安起来，小九根本无法瞄准。爸，你让大伯想想办法，让狗安分一点。周领生赶紧在电话里转到大伯。本来扭过头去的大伯闻言，身子猛一哆嗦，然后狠狠咬牙，爬上了挡风玻璃，将手掌摸在挡风玻璃上，声音颤抖：元宝，你不要动，乖乖的。其实大伯又何尝不想放走元宝，或者赶走就行。但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亲眼看见元宝叼着隔壁大队的一家夫妻放在了车头。元宝，听话，乖哦。元宝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指头朝着前挡风玻璃，瞪大眼睛打望着车里的大伯。而就在元宝安静下来的刹那，小九松开了手里的钳子。元宝，全民变矮后的第9天，人类已经意识到失去身高后变得脆弱无比，但人类的优势从来不是体魄，而是智慧。沈林，下降高度。好的，收到。无人机来来回回将大伯一家全部转移，这次营救大获成功。如果人类有一身结实的全覆盖钉子装甲，有足够的自保能力，像元宝这样忠心的狗子或许能再次驾驭吧。可惜没有如果。是啊，但眼下人类只能面对现实，将自身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没错，现在的人类太脆弱了，以前被狗咬，大概率只是留个疤，现在是一口没。大侄子，这边离我们家驯龙乡也不远了，我们担心家里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虽然小九父子俩真心希望表叔等人能留下来，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对了，我前面给警局打过求救电话，那边说有集合点，他们有2台电动车能勉强开动，只要有10个人配合就行。而且他们会在外出找人时，把一些特别想回家的人送到离各自的家比较近的地方。行，我们明白。现在车堵在这里，没有办法。而且大侄子说了，无人机最远只能飞2公里，我们就先去集合点吧。这里到集合点只有1公里多，还是让小九用无人机送吧。算了，无人机一次最多只能拉3个人，我们有20几个根本行不通。我们自己随便拿点武器走过去应该没什么问题。20几个人在一起，多少有点威慑力。叔，不行，太危险了。农村最不缺的就是野猫野狗，尤其是狗，都是成群出没。是的，叔，我刚才无人机飞的时候，看到树林里有东西。小九的话让表叔陷入沉思。确实啊，20多个人，看上去有点规模，可只有8厘米，也就是一窝老鼠。你们先休息，就算真要不行，也必须得做好周密准备。人类最大的离谱之处就在于，只要还有气，只要给足时间，就总能想出办法。经过片刻筹划，新的更靠谱的徒步返乡计划正式启动。沈林，之前我们在加油站买过2桶油，这段时间用完1桶，
这个桶可以做装甲。小九的话让沈凌想起了救自己父母时候的矿泉水瓶子盔甲。小九，你可太聪明了。我们把桶一分为二，用丁基胶带将半边水桶与一块硬纸板粘在一起。妙啊，这样就是2个装甲车的造型。对，桶子的左右两侧分别开了8个小洞，前后方向也有4个小洞，然后带上尖刺类的武器。当然，这些武器不足以致死，但是可以驱赶。动物虽没有人类这样的聪明，但也知道趋利避害，若非饿到了极致，理论上不会死磕。1小时过去，人多力量大，一群人用车里现有一切可用之资源现场制作的2台矿泉水桶装甲车。美中不足啊！如果在家，我可以给这2台装甲车安装车轮与动力系统。叔，条件有限，你们一共24个人，分为2组，在里面同时站起，便能将水桶装甲车抬得离地，离地高度大约为其腰处，也就是4厘米左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指挥者只需喊一声蹲下，所有人同时蹲下，装甲车便能落在地上，就地变成防护堡垒。谢谢了，大侄子，我们都是干体力活的，有的是力气，这比我们走路好多了。对了，还有，空间有限，每个水桶只留了1个手机位，用来2车之间和我们的联系。在表叔的指挥下，众人各自收拾、固定好武器，钻进了水桶。兄弟们，1、2、3，起！多年在工地上并肩干活而得的默契，在此时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兄弟们，走喽！沈凌，一会我背上带上射钉枪，你继续控制无人机，护送他们一下。那个，你注意安全。水桶装甲车开始向前缓缓移动，无人机跟着队伍，担任空中警卫。看他们的速度，差不多只有每小时0.5公里吧。理论上他们应该在0.3的时速，但是都是干体力活的，比正常人快了不少。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如果一切顺利，这支空地一体的队伍将在2小时后抵达光明乡集合点。沈凌，前方的树林好像不对劲，通知下地面。收到。然而话音刚落，被白灰3条野猫突然从路旁窜出，直奔水桶装甲车而去。表叔小心，有猫，3只。电话里传来沈凌急切的预警声。初听这提醒，装甲车里的众人还有些慌乱。表叔展现出了合格的心理素质与决断能力。所有人蹲下！听到这声音，2台装甲车里的其他人几乎是本能反应的猛蹲下身子。装甲车稳稳地停在路面上，不过险境并未完全解除。20个成年人类却被3只野猫吊打，只因人类身高持续缩水，仅剩8厘米。领头的黑猫扑向的表叔所在的水桶装甲车，砰的一声巨响。对于8厘米的小人来说，就是地动山摇。幸运的是，装甲车并未被撞翻，而装甲车的尖刺也扎到了黑猫。因为被黑猫撞击后，一车人都有点迷糊，表叔也忘记下达指令。兄弟们，拿起武器，那边的2号车小心侧面，还有2只也过来了。不行，这猫一直在动，我也打不中。眼见局势愈加危急，本该焦急万分的小九却反而越来越冷静，一直在想着办法。沈凌，赶紧压低高度，压到3米，然后悬停，快！好的，收到。这段时间无人机一直是沈凌在操作，本就是技术宅，现在的飞控技术已然突飞猛进。好了，小九，现在的垂直高度是2.95米。干得漂亮！然而小九立刻举枪进行瞄准，却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因为被扎激怒了黑猫，再次扑来。另外2只猫似乎把2号车当做了玩具，又似乎在寻找破绽。兄弟们，扎！表叔已经回过神来，直接瞅准机会，一个突刺扎了出去。好巧不巧，黑猫找落足处却正是这洞口。这次黑猫的叫声更加的凄厉，竟直接窜进了草丛。2号装甲车上没有表叔这样的主心骨，表现要差些。面对2只猫，竟然没一个人及时拿起武器扎出去的。不好，2号车的兄弟拿起武器扎！然而一切都晚了，2只猫好像商量好了一样，竟然一起挥爪拍在2号装甲车的瓶身上。本来应该很稳，但可惜车身所处的路面好像压在了石块上，直接被掀翻了。不好，危险！天上的小九也不管37、21了，瞄准一个题型了，直接就是一枪，风衣针一闪而过，正正命中直线冲刺的灰猫的臀部。灰猫顿时炸毛，厉笑一声，扭头窜去，还撞到了身边的白猫。还剩1只了，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白猫似乎特别有耐心，绕着翻到的水桶寻找着下手的机会。天空上的小九也终于装好了第2枪，再度瞄准射击。然而着急忙慌的这一枪偏了，而猫已经找到了水桶的弱点，开始攻击纸板。不好，没时间再装填了，得吸引他的注意力，只能搏命了。沈凌，继续压低高度到离地0.8米，从2号装甲车侧面横飞过去。不行，那样你会在猫的有效攻击范围的。没时间了，立即执行！我要把装甲车翻回去。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本应该自私才对，可小九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是我的过失造成了如今的局面，车里现在一共有12人，那是12条人命，我的命只有1条，
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做出补救。作为飞控人员，沈凌知道此时正确的选择是无视小九的命令，转而强行拉升高度。可他终究没有，而是用恳求与疑惑的目光扭头看向了身旁的周领生。先前在家里时，小九告诉我，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吃过一次亏，放弃了救援被困在路上的其他人。他对我说，他其实很后悔。听他的吧，放手去做，相信自己，也相信他。小九，你注意了，我开始压高度了。一瞬，无人机猛然提速，以极快的速度持续压低高度。在离地1米时，无人机再度加大动力输出，下压速度骤降，并大约在离地0.7米时开始缓慢上升，最终稳在离地0.8米的高度。小九，准备，我加速了。当无人机冲到已经翻车的水桶装甲车近前时，差不多已经提速至每秒7米。此时的小九调整好了朝向，人呈半蹲之态，双腿弯曲抬起，双脚掌高度刚好与翻转到底朝天的水桶装甲车的支板底盘边缘齐平。这是一场豪赌，就看看我这腿的骨骼强度与绝对力量能否及得上过去的手指力量。小九的脚掌重重拍在支板底盘侧边下部，下一瞬，水桶装甲终于借着底部的圆弧啪的重新拍在地面上，翻转成功。小九，不好，无人机有点不受控。由于小九的拉拽，无人机的瞬时倾斜角度达到了可怕的60度。如果是普通水准的廉价无人机，在如此低空状态下失速倾斜，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立刻一头栽到地上。小九这台不一样，高端货，具备高速算力的主控芯片，在极短时间内制定出了补救方案。还好，保住了。不对，小九。无人机自我平稳后，小九也被一下子甩到了地上。不好，无人机失控后，系统接管修正后有20秒的自检。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白猫硕大的眼睛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你体验过从老鼠的视角看猫吗？眼前这个身高8厘米的巨人正在与野猫对视，可下一秒那种恐怖的威压让时间犹如冻结。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动不了？小九，醒醒，赶紧跑啊！无人机还在校正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难道这就是当老鼠的感觉？原来遇见猫并不是老鼠不想跑，而是这种威压会让你手脚冰凉，降如冰封。不行，我要去救他。冷静，相信小九，你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不对，我还不能死，无论如何，我还不能死。再拼一枪吧，也许能有奇迹呢。成不成就拼这一把了。一根缝衣针出现在小九的手里，身后的白猫已经扑来，小九身影一矮，一针当肩。来吧，小爷，我今天跟你拼了！噗呲一声，令人难以置信，针竟刺中了白猫的腹部，一划到底，猫发出了一声惨叫，闪电般逃了。好，小九好样的，不愧是我的好大。一切归于平静，无人机自检完成，沈凌立马拉升高度，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小九，我现在就拉你回来。不用，我没事，没受伤，不用急着回来，让表叔他们继续向前走，免得夜长梦多。2台装甲车里的人陆续从惊吓中完全恢复，再次协力扛起装甲车向前走去。对了，沈凌，有空了把我刚才和猫战斗的视频传到网上去。好咧，明白。小九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他认为刚才他爆发出来的力量与神经反应速度很可能超越了科学院公示的数据，这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人类的潜能超乎想象。表叔，上面传来消息，集合点已经派出一辆小电车在堵车队伍的末端等候，再坚持就到了。好的，兄弟们，加把劲，还有1个小时的路程。喂，老同学，我就不绕弯子了，这路堵死了。集合点这有80多人想要回县里，想跟你们的车方便吗？那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怎么过来？我这边的人都分好组了，等表叔他们的装甲车过来，老弱病残进装甲车，年轻力壮的在外面步行协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防护。那没问题，我儿子送完表叔一会也得回来，也算顺路。小九，我们得换下无人机电池。收到。然而，就在小九刚回到车里，表叔那边传来了吵闹声，一群人莫名其妙地堵在了装甲车的前面，足足的有30多人。停下来，停下来，让我们上去。兄弟，这车装不了。磨叽什么？你们到底让不让上车？别说我没警告，我再问你一次，到底让不让？表叔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真要好勇斗狠起来，非但没怕过世，甚至更彪悍。来啊，杂毛你来试试，爷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还嫩呢。你不让上车，我们直接把这给毁了，大不了一起完蛋。来，你敢动这车一下，爷我让你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这拦路的几10个人里，手里有武器的寥寥无几，而表叔他们不一样，人手一把，现场气氛紧张起来，两军隔着透明的水桶对峙。都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就在这个时候，嗖的一根缝衣针从天而降，扎在了人群面前。一个声音从天空传来：我理解你们也想回家的心情，我可以让你们同行，但你们得守规矩，有没有问题？小九的语调很平静，音量也不大，却让30来人却如同被冷水浇过头顶，顷刻间冷静下来。好的，多谢。
遵守就好。表叔，出发吧。扩大到近60人的地面队伍再次出发，缓缓向着拥堵车队的尽头推进而去。你敢信？我不仅拉了库里，还被视频直播，而且还在3个女生面前。徒步的车队成功完成了交接，小九这才感觉到疲倦来袭。小九，你看起来很糟糕，现在就休息一下吧。得有2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这一旦放松下来，确实感觉好累。小九，你火了，你知道吗？你跟猫战斗的视频已经几百万播放了，粉丝好几万了。这种网红名气没有意义，现在的货币已经变成废纸了吧？对了，沈凌，我有个任务要麻烦你一下，你去后排统计这批人员的信息。小九，别乱想了，你先好好休息，等统计好了，这批人里面我打算挑选留下一批。现在我们需要人手。我现在的状态还不错，也有比较丰富的操控航模和汽车驾驶经验，不如我来开车，你好好休息。沈老哥，那我也去后排和乘客们聊聊，你累了叫我。别客气，我知道。通过我们得到的资料分析，小九曾经的运动能力只能算中上。确实，看他的资料，没有太多过人的地方，或许这就是潜能的爆发。应该也不全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即便命悬一线，哪怕真能靠肾上腺激素爆发提升些许运动能力，也不可能比得上千锤百炼的职业选手。这小子可是全国乃至全球几十亿人中第一个使用高性能拍摄工具近距离清晰拍下猫口余生的完整过程的。对，我们得尽快将报告打了上去，建议跟踪观察此人，也加大调查力度，以验证这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叔，小九好像不对劲，好烫的感觉。小九，你醒醒！我是华清大学的王教授，我想找小九同志了解些情况。那个教授，小九的身体不对劲，持续发热，你们能帮忙处理吗？什么？你们别着急，我们立马组织医疗团队视频会诊。这个年轻人在生死间完成了蜕变，打开了人体限制器，这种是属于超限体验，他的身体必然产生剧烈变化，生理细胞需要快速迭代进化，以真正的匹配打开限制器后的身体的超限状态。最外在的表现就是发热，大量的发热，甚至可能有死亡风险。我提立即视频远程接管抢救事宜。确实，打开限制器并非个例，在人类缩小之前也是有发生，但无疑不是猝死的结果，而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超量发热。降温就要降温，给我物理降温，没有什么治标不治本的说法，就降温，赶紧的，把它用湿巾纸之类的裹好，扔到空调出风口去吹，一直吹。还有，你们那边有医护人务员没？护士也行，给他做补充点营养液。沈凌，你统计人员信息的时候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有一个是护士，不过刚毕业没几天的。不管了，是护士就行。小姑娘，插管会吗？别紧张，你找一个软管，把糖水之类的灌到她胃里就行。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不用在屋里降温了，最好尽快给她换上干净保暖的衣服。对了，华英你就守在这边，等会万一她有什么突发状况，第一时间通知我。好的，老师，我会在这边全程盯着，老师你放心。那个，你们都去休息吧，我来给她换衣服。不用，周叔叔，我是专业护士，我来吧。不过，周叔叔，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你说来看看。听说您家里是能防老鼠的别墅，很安全。我想把父母接过来，和你们住在一起，您看可以吗？确实，护士也算医务人员，如今正是稀缺人才，当然能留则留，不可放过。那个，我家不远的，就在西街的爱民药店，底层铺面，四处漏风，有很多老鼠，很危险的。小丫头，别紧张，等回县城稍微安顿一下，我们就去接你的家人，你看行吗？谢谢周叔。那个周叔你太累了，不要强撑，赶紧去休息一下吧。我来给他换衣服。这好家伙，怎么和修仙小说里写的一样，入肌炼体排出杂质了？好辣眼睛，太恶心了，怎么办？不对，我是专业的。你先去拿纸巾，我去开空调和换气。怎么了？沈凌，你快去后备箱看看，是不是有煤气罐漏了？或许这是小九这辈子都没经历过的尴尬时刻，自己没穿衣服，一身臭气，身边还有2个身影忙碌，还有一个视频，而这应该是俗称拉库。你敢信？我竟当着众人面前拉了库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在女生给我收拾残局的时候，我竟然原地立正了。小九这家伙平时看着正经人，结果是假正经，都睡昏迷了，还怪不老实，做什么梦呢？兄弟们，其实我早醒了，可我不敢睁眼啊，闭眼射死比睁眼来的强吧。忙活了半天，总算是收拾干净了。沈凌和华英开始谈论起生物进化的理论。华英提到了一位老专家的观点。专家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既有自然选择的作用，也有生物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而进行的基本能有主动的改变。这位老专家的观点是真厉害。是啊，他的观点给了我们信心，我们一定可以应对这一劫。这2人可算是对上了，天南海北的是一顿聊。本来小九听着也没啥，结果聊的话题似乎有点偏。沈凌很好奇人类缩小，蝌蚪小了没？最后竟想要在他身上取点样，这就有点忍不了。不行，忍住，这时候抬头更加社死。沈凌，你太累了，先去睡觉吧，改天再聊。好咧，再见。姑奶奶们总算是走开了吗？不错，这身体恢复的不错，能动了，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小九的目光扫到了上面的手机，手机的视频通话居然并没有关。华英惊讶地看着他的表演。那个，华英同学，你好。华英感到尴尬，也意识到小九知道他看了全程，更知道小九听到了他的点评。小九，你好，我是华英，来自……两人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算是化解了尴尬。对了，我们准备以你激活超限状态的过程为模板尝试推广，将会有一些特种战士尝试复刻你的过程。复刻我的过程？他们也会与猫或者狗这样的动物放单？是的，等会我们先做你的运动能力论证实验，论证有效后会先小范围推广。我能活下来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再来一次，我觉得我生还率或许也不到50%。的确危险，放心吧，能被选上参与项目的肯定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从不会退缩，不是吗？小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他心里都明白，什么都明白，会有人因此而死，这是一定的。但如果成功了，会有更多人因此而活下去，也是一定的。对了，还有个事情，刚才他们给你清理的时候，你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我去，不是吧？这打脸的问题也要问？很重要吗？是的，很重要。好吧，醒着。放心，害羞什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是偏心理方向与人体激素方向的。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了，你现在能不能复现击败白猫时候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呢？我试试，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嘿，这一事不要紧，他竟然随手抓起来2部手机，这也就意味着他轻松举起了2倍体重还有多的重量。我明显感觉到身体强了不少，但是不对劲的是，高强度运动了3分钟，身上的疲惫感就仿佛过去慢跑了1个小时。好的，谢谢，我让同事分析一样你的数据。刚刚我的同事们已经完成了数据分析，你做到了，只稍微有点差距，但差距不大。你的确保留了相当大部分打开限制器之后展现出来的瞬时运动能力。好事情啊，我现在感觉我能单挑老鼠了。确实，我们开展了实验，特战队员在半小时前用定制战刀击毙了5只围攻他的老鼠，并在5分钟前也出现了高温发热的迹象。人类果然再次开启了进化，也是蜕变。未必是进化，也可能是运动能力上的反骨。研究院已经正式确认这种现象，并将其正式命名为超限状态。超限状态，不错的名字。车子已经被沈墨星开上了省道，接下来的道路会通畅许多。超限状态，反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更好的战胜这场灾难了吧？对文明而言，这是灾难，是风险，但也是机遇。小九，你醒了，来，这是人员的资料，我大概整理了下，你来挑挑吧。好的，确实得给家里挑一点专业知识的人才，这就不用介绍了，早就坦诚相见过了。白悠悠，女性，22岁，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专业，父母都在国外。这沈林干活就是利索，还搭配了照片。林耀，19岁，车床技工专业，父母双亡，跟着爷爷奶奶在县城长大，与其他亲戚关系较为疏远，几乎没有往来。这个也不错，家里的车床也能派上用场。罗前，白悠悠，林耀，是小九分出来的第一档次，务必要尽最大努力留下来。全民变矮，我只因提前1天预知危险，发动家族囤积大量物资，竟被人怀疑是外星间谍。接上集，小九带着一群人顺利地回到了别墅，这批人他并不想都留下。首先，我恭喜大家，也恭喜所有人，我们又多活了1天。我们这边会联系安置点，将你们送过去。当然，除了去县安置点之外，你们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留在我家。如果我选择加入你们，你可以帮我去接应我的家人吗？可以，但是在你做出更多确凿贡献之前，只会为你专门出动1次。既然你说是出动1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政府的安置点呢？我没有求着你留下来，相信在场有不少人已经打过电话，结果如何你们比我更清楚。小九没有做出太多的承诺，他需要的是精英，真心实意愿意一起打拼的同仁才是真正的核心人员。喂，小九，我表哥给我消息了，在这些天里，县里各种力量全力开动，目前已经陆续出现多达上千个人员聚集点。这是好事情啊。是的，现在县城50%以上的人都到了聚集点，他们的目标是95%以上。这可不太容易办到啊。是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在你家别墅不远的一个大型安置点的边上，是一个大型的散养猫舍。现在里面的猫基本上占据了一个超市，这可是大问题，上百只猫普通人可不好对付。目前县里在开会是强攻拿下，还是暂且放弃商超，改变选址，尚未做出决定。我表哥说强攻的可能性高。确实的早做决定，再等上1-2个月，以没做绝育的流浪猫狗的繁殖力，只怕数量会膨胀到更恐怖的程度，到时候甚至会威胁全县。县里的会议室，关于争夺超市的讨论异常激烈，各种提议的都有，但是很多主意在正常身高来说是可行的，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过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议，最终还是拿出了方案。他们利用中央空调全功率制造的低温，大蒜榨汁喷雾机制造的刺鼻气味应该能驱赶，但最大的弊端不能杀死有放虎归山之嫌。可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将这些猫逼迫到野外去，将能逼着他们在野外自行展开狩猎，并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大幅压制本地区的老鼠繁殖。有道理，从长远来看，驱猫吞鼠或许才是更正确的选择。
我也觉得老鼠的潜在威胁更大。小九，好消息！最新的数据表明，人类并没有基因突变，而超限者体态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基因锁被打开，人类的再次进化。也就是说，所谓的超限状态，正是昨天我们推测的反骨复苏。是的，这次你功不可没呀。没那么夸张，如果将来还有机会，肯定请你吃饭。还有一件事情，华国将会对你本人的事迹以及你的康复过程的大宣传，也将全面展开，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没什么好准备的，能帮到所有人，我责无旁贷。哦，对了，会打码的吧？挂断电话，小九再次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确实太快了。国家与个人不同，个人做出什么决策，只要认为这思路有用，便可以立刻毫无顾忌地执行。但国家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人类缩小已经好些天了，到现在依然没断电断网，这是普通个体根本无法做到的。是啊，这些看似简单，甚至叫人感知不到的每一件平凡事的背后，其实都有人在拼命。一天的休整，小九要再次出发。这次所有的装备都有了升级，接应队伍的第一个目的地正是灵耀的家。小九，我给爷爷奶奶连续拨打了几次电话，都无人接通。放心吧，老一辈的生存能力比我们强。很快，车来到了灵耀爷爷奶奶家，一栋7层楼，还没有电梯，并且是最烂的6楼。无人机搜索了大半小时后，始终没能在灵耀的家中找到2位老人，只看到了一台因没电而自动关机的陈旧老人机。别担心，尽管情况看起来很糟糕，但房间里的确没见着老鼠，我们上去吧。然而，幻想终究是泡沫，泡沫总会要破。一群人依旧什么都没发现。小九打算带队先撤之际，跟着一起行动的罗钱仗着自己个头较小，钻进灵耀爷爷奶奶卧室衣柜角落处的一个破人，那下面的墙角里面有一堆人的骨头。一群人干嘛冲了过来？是真的，那的确是一堆人骨，一切都太晚了。本应见人就跑的老鼠，却在一夜之间以追逐人类取乐，只因突然变矮，人类失去身高优势，沦为玩具，甚至食物。接上集，2位老人被埋葬在楼房下面的树荫下，没有葬礼，一切都显得仓促。灵耀，节哀。谢谢你让我一个人静静。所有人回到车里，车继续向下一个木进发，车上的气氛变得沉默，没有人说话。而灵耀蜷缩在副驾驶下方的脚踏处，魂不守舍。现在所有的安慰都是苍白的，只能让他自己走出来吧。灾难面前，人类是何其的渺小、脆弱。妈妈为什么会抛弃我们呢？为什么？罗钱，你怎么了？就在大部队开播之前，罗钱给父亲打了电话通知，然而父亲支支吾吾地告诉他一件残酷的现实：他们离婚了。我爸妈在变小的前一天突然离婚了。为什么？不知道，我爸说他跟一个跳广场舞的王叔走得很决绝。听说姓王的家族很大，你说我妈为什么要这样？我也解释不清楚，或许这是你妈妈做出了对她最有利的选择。最有利的选择？是啊，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她呢？我不也是选择了寻求你的庇护？人除生死无大事，我们没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她，我们要相互扶持，面对未来。接下来的一整个上午，接应工作顺利进行，甚至超额完成了指标。就在接人的时候，小九被一大群人围住。这些人是谁？他是不是真的有超能力？快捏捏他肩膀看看。我要掐掐他大腿。不对，妹子，矜持一点，你们干嘛呢？问了好久，这些人叽叽喳喳，你一言我一语，可算勉强把事情说清楚，给小九震惊得相当无语，却又觉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他们把我当成英雄了，或许就是华音说的宣传吧，难怪华音说要我做好心理准备。确实，就在几个小时前，小九正面迎战白猫的画面已经在整个网络疯传，他当时的行为本就当得起正面2字。这就是当英雄的感觉吗？既然被选中，需要自己扛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我就扛。家人们，放心，我会帮助你们，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一起面对。本打算就接特定的几家人的车，结果整整接了400多人，现在只剩下罗钱的家了。小九，我刚突然冒出个念头，如果现在查超载，你这得罚多少？看来这小丫头恢复了，这样的心态真好。位于乐来县城西街口的爱民药店迎来了久违的热闹，车里的人自发的蚂蚁搬家一样的从药店运输物资。罗医生，你还好吧？我没事，闺女，给我点个火。你要死啊？这都比你脸还大，想呛死了。对，我就是不想活了，没意思了，反正你也长大了。我去，好不容易找来个医生，这有寻死觅活的。好，来，我给你点上，你赶紧给自己抽死，你打了，我妈就会觉得自己跑得好，你就是活该。罗医生竟真把半张脸埋进了过滤嘴里，然后勉力去接火，尝试用力多。人的个头变小之后，肺活量也减小了很多，这2口是做了个寂寞。罗钱，添什么乱，闪一边去，去帮忙搬东西，我和你爸单独聊聊。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抱歉，我还没谢谢你对罗钱的帮助。其实罗钱给我讲了你的事，你别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得向前看。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但我走不出来，真走不出来。反正现在罗乾已经不需要我，我确实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小九是心中暗暗叫苦，这是遇到高手了，那可就只能下猛药了。谁又告诉你罗乾不需要你了？这话怎么说？其实罗乾的价值并不大，我之所以愿意收留罗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你。如果没了你，我会毫不犹豫地赶走他。把话讲完后，小九只背负着双手一言不发，微微昂起头来。旁边的罗医生神色惊疑不定地思索起来，片刻后，小九，谢谢你，你不必再扮恶人，也扮不像。我明白你的一片好意，我想通了。好，想通就好，总算是又解决了一个难关。总之，现在的创业班底算是初步成型了。然而，松下一口气的小九扫视四周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一只个头中等的老鼠正搁那探头探脑，四处打望，而他不远的地方，正是走神的灵药。我仅用18秒就跑完3米，又在1米距离连续命中10环，就被华国选为特线战士，全国宣传。你以为这很简单？只因全民变矮，人均身高仅剩8厘米。下面我说下关于特战队员的福利待遇。精英队员享受 0.6 平方米的独立房屋，额外5次的外出专属救援行动名额。普通近战人员与远程作战人员及其家庭享受 0.4 平方米的楼房，额外2次的外出专属救援行动名额。普通成员因为条件资源有限，先住集体宿舍，接下来必定还会持续调整。小九是享誉华国名义上的首位超前者，即便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就会有许多的追随者。是啊，但凡有一点点梦想的人都无法拒绝这诱惑。如今情况特殊，人类的体型才刚刚缩小，得尽快恢复作战能力，尽快夺回更多被动物占领的区域，尽快将流落失散在外的人救援出来才是重中之重。别墅现在差不多600多人，小九的想法一经公布，符合年龄条件的人纷纷踊跃报名，远远超过了小九的预期。爸，报名的人太多了，这得淘汰一半，我们得重新细化选拔标准，至少要能服众才行。我知道你是担心，就算我们的标准做到了绝对公正，但被淘汰的人依然会心生不甘。是的。你虽然早熟，做事也算缜密，但毕竟才年轻，你没怎么琢磨过这些人性的东西。那爸，你认为这不会？不，我也认为会，但这不重要。或者说，我们本来就需要这种不甘。那些被淘汰下来而被迫回到后勤工作岗位的人，会在野心的驱使下，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去增强体能，去学习战斗技艺，这又能给被选上的战斗人员带来紧迫感，逼迫着战斗人员自我提升。您的意思，在战斗人员中引入淘汰机制？是的，小九，你记住，在我们这个家，除了你的地位牢不可破，其他都不能固化。一旦固化，就意味着停止前进，那离灭亡不远。确实，我们现在要的不在多而在精。如今你已被树立成英雄人物，这是我们的巨大先天优势。我们得利用这资源去打造一支精锐的民间力量，不管以后如何变化，这让我们都进可攻，退可守。明白了吗？小九看着父亲，明显的感觉到他的野心在重新燃烧起来了。来，都别乱，依次进场。前一个人完成到第3环节时，后一个人才能进场。进场之前先报号。小九将无人机摆在茶几上，别墅里就这个无人机的摄像头最好。测评在客厅大约9平方米的区域中进行，这是小九亲自带队搭建的综合运动能力测试场地。本次测试共分9个环节，比如全力冲刺3米、折返跑2米、设定打固定靶10次、射击随机出现的移动靶20次等等，选择你们最擅长的项目。喂，华姨吗？想请你帮个忙。哎呦，这么客气啊，说吧。我这边打算选一些人出来做保卫工作，现在做测试，结束了给你发视频，帮我出个分析报告。就这，没问题，记得请吃饭啊。参加报名的113人依次有序进入，单人的测试总耗时被限制在5分钟之内，每个人都要全程保持高强度。最终的测试结果出炉，有些小惊喜，但不多。综合实力最强、最全面的10个人被选进了精锐序列。小九，看这个，孙迎军，38岁，建筑工人，实力竟然仅次于你。算是不小的惊喜吧，就让他带队吧。在没有觉醒超限状态，孙迎军的力量测试竟然几乎追平小九。你猜，射击测试第一是谁？看你的表情，应该是我意料之外的。是罗乾，这家伙扎针水平一般，这射击天赋竟力压群雄。这好啊，一份工资干2份活，战场医生都给我省了。其实小九一直担心罗乾心理素质不够过硬，当不好队长，可他本人却显得十分上心，再加上人家成绩摆着呢，没法改变。罗乾应该是为他母亲吧，毕竟是从他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想通过提高自己在团队内地位的办法，来为自己母亲争取多留一条后路。这就是爸你所说的人性吧，既复杂却又简单，一切都有迹可循。最终选拔情况如下：特战队员10名，全员男性；近战队员25名，全部男性；远程队员25名，20名男性，5名女性。首先，我要恭喜大家，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战斗人员既要承担最大的风险，自然也能得到最好的待遇。但今天被选上只是个开始，不代表一劳永逸。
我们的战斗队伍中不允许混子的存在，因为身处险境，既是对他本人的不负责，也是对其他人不负责。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即刻开始训练。今晚9点，我们将第一次发起针对动物的主动出击。小九看了一眼灵药，其实灵药同样参与了下午的选拔赛，他的测试数据并不算特别差，勉强也能够到近战队员的入列标准。不过最终小九还是决定先将灵药排除在战斗序列之外，让他安心发挥专业能力，搞好军备后勤。灵药，别闷着，今晚我们就反攻，拿你家所在那栋楼的老鼠们来击。60个人类对付100只老鼠，有没有胜算？全民变矮，人类竟上了老鼠的食谱，为了改变，只能背水一战。1号位到点汇报。1号就位完毕。2号位到点汇报。2号就位完毕。晚9点半，灵药家已经埋伏完毕。小九带着灵药蹲在了吊扇上，观察着下面的一举一动。队员们每人配备了沈墨新改装的迷你耳机，大大的提高了沟通的效率。10分钟后，近战组打开引诱的食物，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现在问。我说老板，这么多的食物给老鼠吃怪可惜的呀，要不我们吃饱了再战。别说这些有的没的，这6份菜里有2份加了药，但具体是哪2份，我不会告诉你们，免得有人想不开。浪费可耻，没有问题了，完毕。既然你们没有问题，我有几点要说一下。第一，你们指标合格，但都没有实战经验，今天之后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第二，当老鼠进来，我会关上窗户。今天晚上能从这间房里走出去的，只有人或者老鼠。小九的话音落下，耳机里一片安静，屋子里每一个遮挡物下都埋伏着2队人，前面是近战，身后的远程。时间到，唐大河，你去点燃蜡烛，开始加热食物。明白，完毕。唐大河肉铺老板，35岁，这次测试表现优异，小九考虑到他职业特殊性，下意识地对其相对重视。唐大河依次点燃了钢盆下面的蜡烛后，迅速归位。一个尖尖的脑袋探头探脑地出现在窗框上，我去，这么大！目测这个老鼠的体长竟达到了30厘米左右。老鼠并没有着急进来，等待了约莫5分钟，就见得它朝着下面吱呀乱叫一通，紧接着一大群老鼠涌了进来。不过这些老鼠的个头相对小了很多。小九坐在吊扇上，一直低头看下面，全程没有说话，只默默观察着下方老鼠的一举一动。屋里安静的可怕，因为这黑压压涌进来的老鼠的有100多只。不对劲，这领头的老鼠智商有点高啊。只见的领头的老鼠对着2个瘦小的小弟吱呀乱叫一番，2个小弟冲着食物走了过去，开始一一品尝。很快他们竟然分辨出了2堆有毒的食物。鼠王又是一顿滋滋吱的叫唤，一堆老鼠直接避开了有毒食物，大快朵颐起来。太聪明了，真的太聪明了，一个不能留啊！3、2、1，关！关窗户的声音引起了老鼠的注意，鼠王似乎有些迷惘，来时还好好的，却回不去了。他再度耸起鼻子，尝试在房间里找到更多味道。远程队准备放。随着罗乾一声令下，藏在他身侧的另外14名远程队员齐刷刷匍匐前进，推进到床沿边上，立刻握姿架枪对准了下方鼠群。罗乾的射击技术真不是盖的，第一枪就一发入魂，而身边其他的人虽然没有那没准，也基本上全部命中。一刹那，满屋子的吱呀乱叫。射击队分为2批队形，前一排射击完毕退后补充弹药，后一排补上继续射击。然而看上去单方面的碾压，仅仅在2轮齐射之后，局势就改变了。鼠王吱呀乱叫的指挥下，活着的老鼠全部躲到了射击队的死角。看来这群老鼠已经分析了形势，准备反攻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近战队注意了，轮到我们上场了。这群近战队员在孙英军的指挥下，近战迅速聚集成一道屏障，因为早就准备了焊接好的移动金属装甲车，每4个人一辆，四面开孔，只要老鼠冲过来，直接扎就完事了。都记住了，2人一组，每次都合力刺激，都别怕，也都别走。果然是没看错人，这人是个指挥的料。在近战队员的保护下，冲过来的老鼠要么被扎死，要么被远程重创。本来有些心理素质不好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沉稳。看来我们都低估了人类的潜力，小瞧了所有人。事实再一次证明，就算个子变小了，人类还是那个直立恐怖源。很快，场面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半个消失过，只有缝纫机台面上的7只大号老鼠。目前这形势，想要攻击只剩下用无人机了，让他们爬上去铺现实。沈凌，让无人机起飞，把我送下去。你又要干什么？容我下去装个叉。别开玩笑了，那可是7只大号老鼠。不碍事，这些老鼠虽然智商有些进化，但体能和反应却与之前没什么区别，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其实小九的心里是害怕的，当然他不怕老鼠的尖牙利爪，而是智慧。这段时间老鼠进化的超过了预期。还有，提前联系华音吧，你可以开始把视频分段发送给华音了。你们今天表现不错，但还不够好，竟没有一个人进入超限状态，这不应该。现在我向你们近距离的实战演示一下，
告诉你们超限状态到底有多重要。无人机缓缓升空，慢慢飘向缝纫机台。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什么叫超限？谁会想到，一个成年男子单挑7只老鼠就被人顶礼一拜，只因全民变矮，人类变成了小虾米。你们都给我看好了，什么叫超限状态？没学过搏击与格斗，没关系，厮杀本来就是一种本能，只要找到敌人的要害，就能一击毙命。小九因为超限状态唤醒了远古的狩猎本能，半空落下的他早已经瞄准好了第一个目标。老鼠的速度是每秒3米，而我现在可以达到每秒6米，给死。7只老鼠，除了鼠王有一丝反应，其他的根本来不及做出动作，被锁定的那只老鼠直接给刺穿颅骨。继续看，我们在攻击目标的时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剩下的老鼠已经清醒，见只有小九一个人，纷纷扑了过来。这对于超限状态的小九来说都是慢动作，来得正好，拔草寻蛇。那翘起的枪尖却正好对准了另一只龇牙咧嘴扑来的大鼠的嘴，这仅仅转息之间就嘎掉2只。还不够，我的身体才刚刚燃起来，凭刺。枪尖直直刺出，又是一只老鼠直接被洞穿，7鼠已死其3，剩下的4只包括鼠王，将小九包围，在鼠王一声令下，4鼠同动，一起起扑。来得好，就是你了。小九眼中寒光一闪，瞬间识破空档，并牢牢抓住，直接腾空而起，空中一个翻身，短枪如毒蛇吐信，自上而下刺去，精准穿过一只老鼠，又嘎了一只。回马枪落地瞬间，小九就感觉到背后冷风袭来，直接抬手一记回马枪，根本不回头，手臂传来的阻力已经告诉他中了。这一枪硬生生地扎进了鼠王的右眼，鼠王吃痛滋滋哀嚎，剩下的2只老鼠终于也知道害怕了。沈凌，从我动手到现在过去多久了？计时没？18秒，很快的。18秒了吗？我其实可以更快。你们都给我看好了，我再演示一次。仅仅5秒，小九式刺入，拔枪，再刺入，再拔枪，如此步骤快速循环。台子上只剩下鼠王瑟瑟发抖，7鼠已死其6，只剩下你了。就算你已经诞生了完整的智慧，甚至拥有了与人类相似的感情，但是我并不打算放过你。小九，你等一下。灵药，怎么了？把他给我可以吗？我有种感觉，我觉得他就是杀害我爷爷奶奶的凶手。不行，没有真凭实据，我就不能同意你涉嫌。求你了，我觉得他就是，我没有证据，但我越来笃定，一定就是他。小九沉默了，他能从灵妖的话语里听出那股近乎癫狂的决意，可这是一只近30厘米的鼠王，他能行吗？小九，求求你。好，但你要穿上铠甲，用射钉枪。不，我不用，我要让他千刀万剐。好吧，我会看着出手。几分钟后，灵药换好了盔甲，站到了鼠王面前。看到眼前的灵药，鼠王竟然不再颤抖。谢谢你给我这机会，但我希望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出手，哪怕我死。行了，你别得寸进尺，我会自行把握分寸。你能做的只有服从。机会我给你，但你要自己把握。谢谢你，我明白了。灵药转身对着鼠王，直接就是一个冲刺，没有技巧，只有沉闷且毫无花俏的笔直冲刺。面对灵药咆哮着刺来，这只格外奸诈的畜生却只十分随意的往旁边一闪，便轻松躲开。畜生，拿命来！这边灵药见自己的捅刺落空，却并不慌乱，反而更为癫狂，双手抓刀便往鼠王闪躲的方向横扫而去，命中了。然而很可惜，虽然中了，但只是擦了皮毛。鼠王直接抬爪子按住刀片，灵药用尽全力试图将手术刀往上翘，但却还是被鼠王把整把刀生生按了下去。双方只一照面，灵药便完全落入下风。如果对付的是普通老鼠，以灵药的装备、气势和体能，哪怕只有匹夫之勇也没什么问题。可这是鼠王，鼠王的2只前爪彻底按在了趴伏在地的灵药双肩之上，对着灵药的脖子张开并不算庞大的嘴。如果不是白油油设计的铠甲在颈部要害有特别加强的受力结构，只怕就这一下，灵药就会被咬断脖子。哎，果然超限与普通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已经给他足够多的机会了。小九叹了口气，慢慢举起了射钉枪。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零伤亡，真不能由着他的自私给这次完美的行动留下巨大的污点。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我喘不过气，好痛，我不甘心。在鼠王的凶猛攻击下，灵药命悬一线，种种复杂的情绪汇集。他看到了爷爷奶奶，可下一秒，爷爷奶奶却变成了2堆森森白骨。小药啊，饿了没？奶奶给你去做吃的。爷爷奶奶，你们一定很疼吧？灵药的身体似乎开始变化，小九目睹着眼前的一切，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射钉枪。这是要进入超限了吗？果然，只有在生死之间，人类才有更大的几率爆发。
鼠王惊恐地发现，这个瘦小的人类突然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还我爷爷奶奶的命来！鼠王一口咬住了灵药的肩膀，而灵药的手术刀却刺进了鼠王的腹部。鼠王吃痛松开了嘴，可灵药却并没打算就此停手。杀！局势发生了巨变，攻守逆转。灵药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红，锋锐的手术刀片寒光闪烁。时间1分1秒过去，鼠王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一块好肉。台上的厮杀大局已定，有越来越多的人顺着小九扔下去的绳索爬上窗台。小九，他似乎比你那天更疯狂。或许吧，我是为了保命，而他是为了复仇。我让沈凌在车里准备救护的东西吧，别像你一样，到时候拉了库里。小九是一阵尴尬，这妹子说话从来都不过脑子不分场合。不过人家说的是实话，似乎也找不到反驳的点。灵药，可以了，你做到了，休息一下吧。不，我们还要杀老鼠，杀更多的老鼠，要把我们眼前能看见的老鼠全部提前杀了，一个不留。好了，服从命令。兄弟们，经过这一仗，你们有什么感受？我觉得他真太聪明了，真可怕。是的，你的感觉没错。不过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楼下的拐角有个垃圾站，这里的食物也别浪费了，带下去再利用一次。很快，队员将剩下的食物倒进垃圾坑，开始第2次守株待兔。而车里的沈凌正在将无人机后面录制的视频再次分段发送给华英。爸，联系县队长邓涛，让他带救援队过来。1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海量的老鼠再次出现。这次没有人紧张，大战之后，他们已经整体上升了一个档次。沈凌，准备好的汽油送过来吧。明白，完毕。无人机再次出现，下面挂着个保鲜袋，里面是准备的400毫升汽油。远程，把袋子打破。一名远程战士精准的在保鲜袋底部对开了2个孔。无人机压低高度，围着垃圾坑外围环飞。当熊熊大火燃烧起来，嘶滋滋的哀嚎此起彼伏，但没人心有恻隐。小九，收到你的电话，我们立马就赶来了，还是慢了点。邓队长，辛苦你了，这大半夜的还把你给请过来。这都我们的分内事，反倒是你帮我们做了，我也不和你说谢，都自家人。你是一可的同学，就叫我涛哥吧。客套之余，邓涛看了一眼小九身后的队员，这一个个的都武装到了牙齿。小心老鼠！就在这时候，一只个头较大的老鼠从火场中冲出，选的逃窜方向正是邓涛的位置。只见孙银军临危不乱，先大喊一声，一个突刺，直接将老鼠送回了火堆。与这群人相比，咱这是不是太寒酸了？那个小九，你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吧。小九长话短说，轻描淡写的描述了灭了几百只老鼠的事情，把邓涛听得嘴巴都合不上了。邓队长，我得带着队员恢复一下，这边就麻烦您完成善后救援工作。没问题，你们都把最艰难的活给做完了，这区收尾工作都做不好的话，我也不配当这大队长。队长，我们这就……灵药的话还没说完，便猛然一顿，整个人毫无知觉的仰头就要倒。小九伸手拉住。沈凌，罗前准备好了没？灵药起反应了。早就好了，我们都冻死了，快点。车里，对灵药的救治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比起上一次的手忙脚乱，这次救治就显得轻松写意了许多。至于小九，则正站在立起来的自己手机前方。手机屏幕的画面中是华英，他身后是国家级实验室。小九竟然惊讶地发现，在华英背后远处有一台高度约莫1米多的机器人驶过。只因被老鼠轻咬了一口，来人回家竟手工搓出公差小于 0.05 毫米的标准口径钢管。小九上层会议讨论已经结束，我们正式对老鼠宣战。什么？这么快？简简单单的宣战2字透露出极多信息。小九先前还觉得国家的动作慢，可现在他却立马又只感到快。为什么？同样的超限状态，为什么灵药的体能根本没有多大改变呢？小九本来期待能再出一个可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精英级队友，现在希望显然是落空了。抱歉，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不碍事，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第2个超限者，有总比没有好。咦，对了，等一下，和我来车间。小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灵药来车间，可这半小时，他的嘴巴就没有合拢过。在没有数控机床的情况下，灵药纯手工搓出了一根标准口径钢管。灵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有点不明白。过去的大型精密设备现在已经不便使用，但你可以通过手控精度超过了仪器，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冷兵器与老鼠作战。小九啊，你看，这些都是别墅居民，还有各个技术人员罗列出来的清单。我去，这么多，有的忙啊。随着人越来越多，眼下富裕，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准备些，未雨绸缪总没错。小九，昨晚我们的商超夺回战失败，问题出现在哪呢？计划没什么问题，但是很多设备因为身体变小用不了，县里让我向你求援。行，没问题。不过在具体行动之前，得与父亲商议一下。明白，等你好消息。我知道，按你本意是向无偿提供帮助，但既然要你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自然应该合情合理的给予更多的援助。昨天那份物资清单我已经发过去了，他们那边粗略扫了一下，只表示会尽可能满足。行，
记住，不要被自己这个英雄的人设给绑架，莫视生存为首。沈叔叔，我准备再附加点物质要求，你看看还需要什么？真的？小九，来，我有个想法，搞一台房车，改造成陆地航母，还有配套一台电驱履带式迷你坦克，还有什么作战机器人、单兵外骨骼。看着沈墨星眉飞色舞的罗列着需要的东西，小九是暗暗发愁。这些东西他们会答应吗？小九，你是不是在考虑别人不会答应？放心，当然不会答应。既然不会答应，为什么还要提呢？这是展示我们的计划框架，让他们对我们更有信心。而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行动许可。特别行动许可如果批准了，那么他们会享有变异形式的权利，对无主物资进行自主开发利用。非常时期性非常之时，现在每一分资源对人类都很重要。对了，你跟他们谈的时候，就把狮子大开口这事全往我身上推就行了。果然都是千年的狐狸哈，姜还是老的辣。小九，你跟我出来一下，我爸又捣鼓出新玩意了。这是我最新设计的热气球，单人操作，配合压缩氢气罐充气就能飞，放了就能落。好东西啊！稍作训练，我们可多了完整的空中力量。不过这材料有点眼熟啊。材料用的新款小雨衣，这个热气球除了可以单人使用，也可以多个组合，帮助小队运输重量不同的物体。对，小九你看，我们还设计了小风扇，能控制飞行的方向。这对妇女可真是活宝，把一些缺点改良后，可以直接大量投产。小九，县里派过去3辆车，是目前能直接给你提供的物资，应该很快就到了。说话之间，3台迷你电车停在了别墅门口，里面都是满满的迷你手表、小雨衣等等。没想到人类缩小到这样的地步，还能征服天空。喂，沈凌，你把无人机飞上来，给我拍个视频。爸，你要干嘛啊？你爸我玩了一辈子的航模，图的其实也只是自个乐呵，没什么追求。但这次不同，我这次上天真的意义重大，一旦推广出去，全球受益。喂，涛哥，麻烦从安置点调1000人过来，我这急需组装人手，下午3点半，我们直接出发，拿下商超。你看，给你上传的视频成了爆款了。我就说我的天空1号绝对是人类之光。爸，我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别啰里啰嗦的。你的天空1号的飞行气囊貌似狼牙系列，要不改成狼牙1号？看不出来啊，你懂得挺多。狼牙1号好像是霸气点，不过你说的狼牙系列是……万万没想到，一辈子过得循规蹈矩，在旁人眼里老实木讷且不合群，永远正经人人设的沈墨星会晚节不保，并且他自己似乎还没意识到。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下午3点半，行动队将对大发超市发动攻势，将会有数百只猫被驱逐分散开。今天白天及晚上，务必安守屋内，不要出门。天上一个又一个花花绿绿、螺纹的、带刺的单人飞艇飘荡在空中，挂着喇叭声此起彼伏。这单人飞艇的点子肯定是个好点子，没得说。但是绝不能让人知道这是和我有关，不然传出去岂不是没法做人了？明明是很严肃的末日，但画风却莫名其妙的变得喜庆且不正经起来。没打中，别急，让子弹飞一会。罗前，准备好应对超限的药物。收到，明白。兄弟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以驱赶为主，并非消灭，除非情况棘手。满载着周家作战人员的混动越野车抵达了大发超市门口，现场已经有5辆车在等待。众人并未立刻开始行动，而是各自依然待在车里，召开了一场电话会议。沈凌，送我从侧窗进去。收到，明白。几次配合，现在沈凌根本不用小九多说什么，默契自然形成。猫确实不少，不过很幸运啊，没见传说中捕猎能力最强的梨花。无人机在沈凌的操控下低空划过，直奔机房，这一路倒也算无惊无险。机房里目前一共8只猫，众人看着都为小九捏了一把汗。按照我目前的状况，把这8只猫全都赶出去，应该问题不大。沈凌，推进到房间上空，然后保持3米高度悬停。收到，完毕。小九压根就没怎么仔细瞄准，就那么十分随意的在半空接连开火，一共8枪，百发百中。因为距离的原因，射钉枪并未造成什么致命伤，不过这也是他们需要的效果。8只猫陆续嗷嗷叫着跑出了机房。好，可以下降高度了。小九打开了大发超市的中央空调，将温度设定为最低的16度，再将风力锁定到最大，这只是行动的第一步。小九找到商超的音频系统，将声音调到最大，刮到的杂音立刻响彻在超市里的每一寸空间。超市里的猫们立刻起了反应，低温、噪声都有了，就差一位了。所有无人机部队出动，开始全面使用大蒜喷雾。小九命令一出，外面严阵以待的行动队员们即刻出动。小九的队员已经熟悉单人热气球，纷纷起飞，而邓涛的队员则分别由30架警用无人机调着。哥，怎么没安排我？你凑什么热闹？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呢。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也是干部，必须上。邓涛作为表哥，虽有些担心，但他也知道自己这表妹的性子，不好反对。可警用无人机已经安排完了，我就用民用的，没事。30余台无人机陆续穿过窗户，进入到商超内部，然后分散开来，开始喷雾。超市里彻底乱成一团，越来越多的猫开始飞天遁地着逃离。
队长，超市的猫被驱赶的差不多了，但是2楼还有10几只顽固分子，请指示。进行下一步计划，返回指挥车换装备。因为灵药刚刚超限，枪械还没搓出来，而射定枪的威力根本不够，所以这次小九准备了重武，队形由驱赶转换为消灭，所有的远程作战队员都换成警用无人机。小九，这重弩的威力确实不错。那是目前我们能搞到最好的材料了。仅10几分钟，超市里明面上可以看到的已经全部清理完毕。特战队员注意分散寻找，这里以后是安置点，不能遗漏任何一只。飞控，飞控，靠近墙角，我好像看到东西了。收到，完毕。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无人机靠近墙角的时候撞到了混。在众人的惊呼声中，袁毅可跟随无人机坠落下去。下面的角落确实有猫，而且是4只。2楼服装区底角发生无人机坠落事故，疑似有猫潜伏在附近，请附近队员立刻前往救援。小九，袁毅可在2楼坠机。收到，明白，马上支援。因为大部分无人机都在2楼巡场，当小九到场的时候，已经有几名队员抢在小九的前面到达，但是没有人敢开火。我去，居然是待宰的母猫，这可是猫攻击性最强的时候。此时袁毅可已经被白猫咬住，幸运的是身上的铠甲帮他挡住了致命的伤害。沈灵往前飞，绕开白猫，把我送到那3只小猫附近，下降高度。不是，你要下去单挑，没问题吗？放心，我心里有数。既然县府邀请自己这超限者出手，父亲又准备狮子大开口，那么倒的确有必要让人近距离更有质感地见识下超限者的真正能力。其实另一个方面是，小九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完全的爆发，暴躁的母猫强度倒是刚刚好，倒不如就完全释放自己一次，让其他人再看看超限者到底有何不凡。此时小九距离地面已经只有1米。沈灵，我自己跳下去了，你立刻上升高度。还没等沈灵回话，小九割断了吊着的绳索。谁会想到身高变矮也会成为灾难？人类持续变矮，人口以每天1%的数量锐减，直到超限者的出现。都看好了，这才是超限者真正的实力。听到身后传来的动静，白猫将袁毅可扔到了地上，却本能地将2只前爪按在袁毅可肚子上，如同控制老鼠时一样。有救了，我能活下去了。小九一边死死盯着白猫，左手捉刀，右手持弩。此时他所站的位置就在白色母猫与3只小奶猫之间。白猫见孩子有危险，厉笑一声，弹身而起，射向小九。来得正好，这一弩中的，但却没完全命中，直接穿透了白猫的脖颈，皮毛飞了出去。在白猫一顿的瞬间，小九扔掉了重弩，双手握刀，一个滑铲，贴着白猫的肚皮就窜了过去。人猫再次回到对峙的场景，母猫护住幼崽，而小九也站到了袁毅可的面前。天上的持重弩的精锐战士也找到了机会，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然而，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3支弩箭射来，竟然被他完美的躲过。下一秒，母猫直接果断的逃离。随着母猫的离开，超市突击战完美结束。带人去找个猫笼，把这3只猫抓起来。老大，你要养着它们，这很危险吧？不能仁慈啊！我并不是想养它们，更不是什么仁慈，这是一项重要的实验，我们必须得试试看人类从零开始第2次驯服猫。好的，我明白了，这就安排。一群人很快弄来了笼子，将3只小奶猫装到了里面。小九，让我加入你的战斗队吧。哎呦，想通了，你最好先和你家里人商量一下，我这边没什么问题。所有参加超市夺环战的总计数百名行动队员，终于对这庞大的超市完成了全面无死角的扫荡，确定再无任何隐患。从颅骨的数量来看，受害者共有12人，应该都是当天夜里在超市值班的保安与库房管理工作人员。现在没法检测辨别身份，特殊时候只能先将他们整在一起。小九，一可已经决定了，我就和舅妈那边也没反对，那我这当哥的就不多说什么废话。总之，往后就麻烦小九你照顾一可了。放心吧，没问题。还有你父亲提的那几个要求，目前上面正在磋商，让你不必担心，能答应的都会尽量答应。好，就是还有一个事，是那个特别许可吧？这一点我已经可以提前通知你，没有问题。好，多谢。对了，这边我们给你们安排了几个人，你接收一下。马医生全名马春，本地人，70岁，军医出身。林医生林子英35岁，马医生的学生，主刀能力已算公认的整个繁阳市内的第一。除了给医务人员，县里在听说小九收养了3只猫后，把畜牧站那边的专家也派了过来，为小九的驯养大业提供技术支撑来着。傍晚6点，小九准备收队返程，超市的改造已经不是他需要参与的事情了。对了，涛哥，你可以告诉我，咱们县里到目前为止到底死了多少人吗？我们昨晚报上去的数字是18700人，大部分都是各乡镇汇总上来的，乡镇村这些地方伤亡非常惨重。18000人，这才刚刚开始啊。是的，这才半个月，你看到上面发的数据没？已经走了8000多万了，已经死了太多人了。但鼠类的威胁根本就还没有全面爆发，最多3个月，如果没有确凿的办法，局面会非常的困难。如果真必须要面对那一天，我们一起组成血肉长城，把老鼠挡在人群之外，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喂，是小九吗？
我是蒋州的父亲，有个事情麻烦你一下。蒋州的车抛锚在康悦了，能不能？是蒋叔叔啊，蒋州这小子也不知道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都这么见外了，我这就出发。蒋州，小九的发小，也是死党。2天前，小九接到过蒋州回来的电话，说自己快到了，结果抛锚了，也不知道第一时间通知他。挂断电话，小九立刻点兵点将。神枪手护士罗前、随队医生罗前、爹罗医生、地面飞行员沈凌，这3大核心骨干必须出动。唐大河、近战队长孙迎军等10余名在昨晚的战斗中表现较好的战斗成员，即刻开播，直奔康悦。谁会想到，仅仅只是一场暴雨，全球人口竟锐减2亿，只因全民变矮，人均身高仅剩8厘米。小九，这天不太对劲。确实，这半个月没有下雨了，绝对不会小，我们得开快点了。嗨，小九，挺快啊，吃碗面。你小子心态不错呀。我跟你说，要不是忘记带备用配件了，我早开回去了。你小子不吹牛不会死，兄弟们吃饱了有力气干活，来，都过来吃点。对于汽车的故障，交给沈凌就行。小九和蒋州则一边喝面汤，一边闲聊。小九，我这一路可没少帮人，在高速上我帮忙拉了好几辆车。救的是车，又不是人，得一个什么劲？倒也是。嗨呀，你这人别打击人的积极性嘛。对了，我喜欢各种模型，你知道吧？怎么了？我回来的时候车里可都塞满了，全是限量版。你那边有人才，稍微改装一下，能给你组装个机器人军团。你小子总算是靠谱了点，不错不错。对了，等回去了，我和你还有袁一可，咱们弄成个组合。我负责后勤，袁一可负责行政，你负责冲锋陷阵，咱3就是3剑客。小九，搞定，出发吧。好嘞，走吧，兄弟，你跟我一车还是自己开？那必须自己啊。好，我们出发。哎，这般规模的暴雨，就算是以前的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现在则更不必说。喂，小九，你家在新区，我家在县城中心，你们送我回去再回家，又得耽搁个大半小时，我自己能开回去。你们先回去休息吧。不行，都到这里了。嗨，如果真只有你，咱兄弟也不跟你客气了，但你也要考虑一下兄弟姐妹们的状态嘛。确实，车里的兄弟可都战斗了1天了。小九忘记了自己是超限者，而其他只不过是身体素质稍微好点的普通人。那好吧，明天见。明天我找你去，我没准也能超限。如果给小九再来一次的机会，他绝对会把蒋州送回家。可惜没有如果。喂，请问是小九吗？我是蒋州的妈妈。阿姨，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小九，能不能救救蒋州？他父亲跟奶奶被猫叼着了，他刚回来跟姐姐追了出去，可到现在都没有回来。求求你帮帮阿姨，帮帮蒋州吧！你们关系那么好，再不济你一定要帮我把蒋州和他姐姐带回来，我不能再没有他们了。阿姨你放心，我们已经出发，这就赶过来。你放心，今晚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小九只能如此的宽慰他，因为小九知道，普通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跟猫对峙，只会有2个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以及更坏的消息。表姐夫，这块地区你熟悉，你给我指指路吧。这一片野猫很多。对了，那边的大树，树根上有个大树洞，不少在旁边那条街争地盘打输了的猫都喜欢躲这边养伤。我们先去看看。沈凌，你先把我的无人机飞上去看看情况。兴许是冥冥中真有老天保佑，当约莫一个10几分钟过去后，小九最终竟真找到了人。正是在表姐夫点出来的那棵黄果树旁边，一只橘猫、一只三花，还有一只虎斑正蹲在那石板凳的缝隙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把无人机调回来，罗前你挂沈凌的无人机下面观察情况，随时接应射击。其余队员跟我徒步上。10分钟过去，石凳前只有几滩血迹。蒋州、千云姐，我们来了。然而，小九喊了几遍没有回应。不对劲，罗前回去带医疗组过来，他们是超限症状。难道姐弟俩居然一同超限觉醒了？与之前不同，如今周家的行动队里多了马老医生和林医生2位真正的专业人士。在2位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一切操作都很规范与标准。小九，蒋倩云的情况还比较简单，正常用药基本没事，但是蒋州你看看。华英，帮我请专家组看下，我这边有个姐弟一起超限，但是状态有点不对。远程会诊后给出初步的分析结论，蒋州本身的身体比较虚弱，进入超限导致他的心肺功能无法支撑。本以为人类都在突破上限，现在蒋州试探出了一条全新的下限。来不及了吗？真的来不及了。微型的心电监测一直在滴滴滴的报警，蒋州的心率一度上到了200多。马医生可以给他使用肾上腺素类的强心针吗？当然不能，他现在的心跳已经够快了，使用肾上腺素只会让他的心跳更快。那我们现在只能干看着。虽然这话不好听，但的确如此，你要有心理准备。阿姨，千云姐的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了下来，脱离了危险，正在睡觉。蒋州稍微复杂点，我这里还忙，晚点给你电话。小九，你在干嘛？怎么哭3个脸？老子还活着。哎，对不起啊，大家，这次我给大家添麻烦了。蒋州，你放心，大家都在努力救你，没事的，你不要说太多话了，先好好休息。姐，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我这是回光返照了。我肚子里其实好痛，我的5脏6腑都快被烧熟了。
让我再说说话吧，我有好多好的话想说，再不说以后没机会了。马老师，蒋州他。马医生先沉默片刻，并未立刻作答。蒋州的脏器的确都受到了不可逆的严重损坏。姐，你别自责，爸没了，奶奶也没了，但也不是你的错。5只猫，我们真的打不过。等我死后，你要照顾好吗？小九，我也真的好后悔啊！如果我不是那么疏于锻炼，体能稍微再好一点点，不要这么胖，我这次本来不会死的，本来也有机会和你一样成为英雄一样的人物，可惜人生不能重来，真是可惜啊！小九，好兄弟，我也快死了，但我竟不是很伤心了。我姐活下来了，能有一个活着就不错了。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现在我求求你，等我死后帮我照顾好我家里的人，可以吗？好，我答应你。那我就放心了，我真不甘心啊！我那么相信光，却倒在了成为英雄的门槛前，我好废物啊！那边的心率监控仪上的数据又过山车一般直冲云霄，他的心率在短短5秒内达到了200以上，然后戛然而止。每个人都知道，结束了，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人类获得开启2次进化的机会，但有30%的失败几率，你会尝试吗？接上集，小九带队守护电站，惨烈仪仗战损比达到了12.5%，而罗乾等人也顺利超线。小九，机甲已经改装的差不多了，高强度续航5个小时，你熟悉一下，差不多就能实装了。辛苦你了。沈凌，我感觉我好像再次进化了。什么？还能2次进化？是的，仅仅一夜之间，我昨天受伤的地方悄无声息的痊愈了，而且精力充沛。小九，华英，正好，我打算给你电话。小九，你先别说话，让我说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批量制造超线者的办法了。什么？超线可以批量制造，可以全面推广了？是的，但是它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太残忍了。要承受它的改造，人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太沉重，太沉重了。你就直接告诉我有多大的代价吧，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在目前的统计样本中，所有参与实验的志愿者的死亡率超过了30%。30%？听到这个数据，小九愣住了。可小九瞬间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华英，你也参与了？是啊，对了，过几天如果接通电话的不是我，那么很不幸，我可能就是失败的那部分。华英的语气听起来还蛮轻松，甚至还有心情开玩笑，但小九与沈凌2人却完全轻松不起来。对了，华英，我认为我身上发生了第2次觉醒，我有确凿证据表明，人类的超线觉醒并不只有一次。什么？2次觉醒？小九用最短的时间讲述了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如果小九没在吹牛的话，这绝对真是人类的第2次超线觉醒。小九，1周后，上面将派出团队到你那里当面交流，这情况太重要了。小九，隔壁康岳县求援，你恢复的怎么样？邓涛已经整理好队伍，点名要你。放心，我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正好也验证下2次觉醒的极限。随着装备的再次升级，这次行动队带上了3艘最新的狼牙飞艇，以及近100台改良版狼牙1号飞艇，还有那具机甲。太不可思议了，仅仅20来天，人类已经恢复到了如此地步。是啊，不过都建立在对人类过去的诸多工业品的压榨式消耗上。小九，康岳县现在已经基本被老鼠占据，至少有1/3的人没能离开。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穿越老鼠占领区是吧？是的，虽然我们兵强马壮，倒也不怕爆发大规模战斗，但毕竟还是得小心些。2人谈话之间，小九突然一顿，前面不对劲，沈凌，无人机侦察一下前方的电塔。收到。仅仅几分钟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一座高压电塔下，密密麻麻的老鼠在忙碌着。最不可思议的是，老鼠竟然学会了使用工具，用木板咬出人类板车的形状，在运输泥土。他们这是打算掏空电塔，让电塔倒塌，人类断电，这么聪明。这条线路就是主干网，除了管着乐来县的电之外，再往前还有好几个县与地级市的供电都与之有关。车队停下来，涛哥，来不及了，火攻吧，只能祈祷高压电塔别因此受损了。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不赌的话，老鼠迟早完全挖塌基座，到时候电塔倒下，结果还是一样。300架单人飞艇组成的大队已经全数升空，正以更密集的阵型向着小山包推进而去。小九，有新情况，你看。随着沈凌的镜头拉近，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老鼠堆中藏着不一样的身影，竟然是一个人类坐在一只老鼠背上。不对劲，这人是叛徒，人类的叛徒必须活捉。怪不得发现老鼠进化的如此迅速，我们都忘记了还有叛徒这一茬。全员注意，包围圈留一个缺口，让他们逃。很快，老鼠上的人就发现了包围圈的缺口，冲了过来。这也是小九想要的结果。老鼠快要到冲到缺口的时候，罗乾一枪命中，而老鼠背上的人直愣愣地飞了出去，正好落在了小九的脚边。天哪天哪，可算是有人来救我了！我杜克感谢各位大人的大恩大德啊！你们是不知道我被老鼠控制的这些天里过的到底都是些什么生不如死的日子。杜克，冷静点，通明镇有个度假村，你是度假村的人吗？不是，我只是刚好也姓杜而已，和那什么度假村没什么关系。先关到车里，处理完眼前的再说。
小九，这人的口音我不会听错，他不承认自己是杜家村的人，里面有问题。关到车里的杜克似乎很是激动，嘴巴一直说个不停。从看守他的人汇报，这人似乎是个对现实不满、稍微听风就是雨的键盘侠。涛哥，他在车情绪不对，外面你指挥着，我先进去试探一下。好的，明白。杜克是吧？你别紧张，我只是好奇，老鼠抓到人类通常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当做食物，他们为什么却心甘情愿当你的坐骑？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您似乎更希望我已经死掉，这好像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想知道你是如何与老鼠中的领袖沟通的，你这些天从起床到睡觉的一切经历，我都想知道。看着自己装疯卖傻似乎行不通，杜克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叛变了，投靠了老鼠，这不扯淡吗？他们抓到我之后，偏偏就是不杀我，还给我提供食物，也安排了一个大个子老鼠来拖着我，他们去哪里也都带着我，我能怎么办？我就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难不成我还能反抗？你别激动，特殊时期而已。那我问你，老鼠还俘虏了其他人类没有？没有，确实只有我一个俘虏活口，反正我在地洞里待了很多天，从头到尾都没见过第二个人。小九，你相信杜克所说的那些吗？不信，我观察了他说话的微表情，一点都不老实。先前杜克说他不是杜家村的人，但现在嘛，我觉得这事儿的问题确实很大。那么我们直接先去杜家村，沈林，你改的长续航无人机也放出去，给我们开道。小九，情况不对劲，杜家村里有人，不少人，至少有1-2000人被关在那个未完工的厂子里。杜克一直在撒谎，他压根没说一句真话。不只是他一个俘虏，不对，被关在厂子里的人可能超过3-4千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阶层架构，肯定有人类俘虏中的上位者负责管理工作，很可能就是杜克。随着邓涛不断更新着空中情报，小九陷入了沉思。老鼠正在从地下生物向趋光生物快速进化，后果将不堪设想。小九，我看到了，厂子里有很多母鼠和幼鼠，它们都在晒太阳。老鼠正在培养幼鼠适应光照的能力，它们似乎真的想要占领地面。收到，我明白了。地球上的白天时间更长，需要适应这种环境才能发展文明。这是老鼠的进化，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战机。这是老鼠的核心巢穴，有数万的母鼠和20多万的幼鼠。我们可以尝试用火攻将老鼠一锅端。没问题，我们已经有了火攻的经验。全军加速突进，尽快抵达厂子门口。大军压境，人类军队冲入了厂区。大门打开后，士兵们迅速推进，因为电塔被围剿了大部分战力，这里留下的大部分都是母鼠和幼鼠，他们正在慌乱的逃跑。罗前，你在空中注意观察，有没有特殊体型的老鼠？我感觉鼠王就在周围。好的，收到。人类俘虏看到人类救兵的到来后，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奔向他们。在场的人们被得救的喜悦填满，对着车队的方向跑了过来。喂，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老人孩子？都在哪？没了，都没了。所有还活着的人都在这里。这群杂碎老鼠，我家的娃在我面前被吃了。看着悲伤的人群，小九拿起了扩音喇叭。乡亲们，我知道你们的身上都有血海深仇，那么你们的复仇目标应该是永无止境，你们得尽快成长起来，因为下面的战斗将更加残酷。这场围剿仅用了短短1个小时，剿灭的母鼠与幼鼠的数量粗略估计得30万之数。小九，我带空中分队清理下周围。收到，记住追踪最大范围3公里。领导，我听人说了，杜克是被关在这车里吧？叫我小九吧，你认识杜克？他确实在我手里，而我也正好有些和杜克相关的事情想咨询你们一下，还请你将你知道的事情都从头说起。杜克，杜家村人，好吃懒做，全民变矮之时，村里念他也姓杜，一起带到了集合点。哪想到狗改不了吃屎，杜克游手好闲就算了，还半夜3更爬上别人的床，最终全村决定把他关进小黑屋。敢不想这家伙干啥不行，逃命第1名。就在几天前，他骑着一只老鼠，身后浩浩荡荡带着数十万的老鼠大军回来了。我们的村子6000多人被他害死了一半。是啊，这畜生心狠手辣，与恶毒简直罄竹难书。他完全就没把其他人当成是自己的同类。把杜克带过来吧。涛哥，我不是执法人员，所以也确实不太好随意决定别人的性命，所以这事儿还是交给你来定夺吧。我个人觉得随机应变，跟随民意即可。杜克，先前我们聊的那些你应该都已经听到了吧？你就没什么想说的？不想为自己申辩一下？成王败寇，我没什么好说的。厉害，好吧。乡亲们，全民变矮之后，人类的恢复速度也变快了，所以你们大可以让他死得慢一回。工厂墙边围满了人，杜克在木头架子上挂着，此刻的他不再嘴硬，因为村民领悟了小九的话，每人按顺序一刀一刀的在杜克身上割着。小九对于处决杜克的过程不感兴趣。小九，我给你带了个大礼物，你出来瞧瞧。只见的空中飞艇下悬挂着一块木板，一只体型并不算大的老鼠，4条腿的大腿上都插着2根带倒刺的弩箭箭矢，活脱脱固定的像是一个标本。哈哈，
之前小九你不一直说想抓鼠王吗？我感觉我这次可算是帮你实现了一直以来的心愿了。确定？罗钱，你怎么知道这就是鼠王的？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不只有小九不信，周围的人都有点怀疑。这只老鼠身上除了毛发有一丝特别，其他与普通老鼠并无区别。我在空中巡查的时候发现，这家伙，别的老鼠都在跑，唯独他非但没有闷头往远处逃，居然还躲在一间屋子的房顶上，居高临下观察着局势。随着罗钱的讲述，小九的心里也有了结论。罗钱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这只老鼠即便不是最高的鼠王，但最少也是这一片的首领。干得不错，你有观察那些老鼠大概在靠近到他身边多少米的时候出现的变化吗？从我的观察，大概距离到200米左右。200米，脑电波感应能这么远？不合常理，这简直离谱，对人类太不公平。杜克这会儿还没死吧？还活着，他们割得很小心，一次只割一小片肉，应该还得割一段时间。去把他带过来吧，我得确定下这个鼠王在老鼠部落到底是什么地位。孙英军，你安排个兄弟站这个哨位，等下的队员跟我来。小九，红外热辐射扫了一遍，没有暗哨。收到，明白。15分钟后，18名行动队员攀上了3楼，开始入内作战。小九放弃了铠甲，也没携带任何远程武器，只穿着布衣，一马当先冲在最前。今晚他想毫无保留地完全释放自己的能力。团队的警惕性在多日来的安逸生活中已经下降到了极点。兄弟们，尽量都做到一击必杀，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疯子会做出什么伤害无辜的举动。接下来我们要兵分几路，各自同时行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剿灭。这次分兵中，小九选择了实力相对较弱的几个行动队员，其他每一队都有1进1援2名超限者。仅仅半个小时过去，小队就摸掉了楼层所有的哨位。兄弟们，在接下来的行动中需要更注意一些，尽可能避免误伤受害者，只是尽可能保护自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又过去了20分钟，一切顺利，被小队摸掉的大约有60多人，还剩下2个房间。可顺利也止步于此，这里却有20余人正完全清醒着。队长，这里是化团伙中负责装备开发与生产的设备的，这批人里甚至有2到3名小天王。沈夜就住在隔壁房间。邓涛，你通知埋伏部队立刻赶过来。孙英军，你们几个超线跟我来，20秒内这个房间不能有一个活口。然而，本以为行动已经做到了极致小心，可当小九出现在屋里的时候，屋里响起了一声鞭炮。你敢信，这群人的预警方式居然是鞭炮？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20秒过去，小九队员都是身经百战，目光所及之处已无活口。你们怎么敢？真就不怕我放火把所有人都烧死吗？房间角落的一个箱子后，一个男人探出了脑袋。不用怀疑，这说话的人正是恶徒沈化。怕？为什么要怕？只是几千人而已，到现在全球每天要死多少人？你烧啊，现在就烧！小九的反向操作确实让沈夜有点错愕。就在这个时候，沈夜后面一个表忠心的喽啰闪身出来，直接冲着小九刺了过来。不自量力！下一秒，小九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就这么咔嚓一声，一个超限者殒命当场。来了个疯子，可能比自己还疯。沈夜华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此时的心理活动正是小九想达到的效果。既然你敢说这种话，那看起来你有逃生的把握。那是当然。二人正说着，外面的无人机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窗外。所以你是真不怕我直接烧死这几千人，不怕这批人的家人找你麻烦？喂，不是吧？找我麻烦？为什么？谁敢？谁能？我为什么要怕？烧死他们的难道不是你吗？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很可笑？沈夜组织好了半天的话，直接被小九这一顿输出给憋出了内伤。你叫小九对吧？反应挺慢，刚认出来。刚认出来的。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背地里有这副面孔。哈哈，什么面孔？你只需要知道，我活得比你更自在，也更有名气，我想得到的也一样都能轻易得到，并且我不像你一旦走出去就人人喊打，过街老鼠一般。你敢跟我单挑吗？喂，你脑子呢？凭什么？我占尽了上风，为什么要跟你单挑？你算什么玩意？我凭什么要满足你？沈夜彻底的无语了，他悲哀的发现，小九所说的一切似乎他都无法反驳。不过我看你可怜，确实可以满足你这个小小的心愿，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让我全力以赴。确定？这是你说的？确定，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我身边的人帮了我，你可以直接让手下点火。这一招，除了几个超限强者，其他人根本无法看清对峙的细节。小九根本想不到的是，沈夜也是2次觉醒，而他觉醒的竟然是无痛觉。虽然没有痛觉，但是血总有流干的时候。而沈夜也没想到的是，小九2次觉醒的天赋竟然是自愈。整整10分钟过去，两人陡然停止，小九屹立当着，而沈夜重重地倒在了地上。痛快！还有谁？本就一群乌合之众，当沈夜死了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结局。而小九这次也确实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全部的实力。在小九倒下前，他看到了一架无人机朝他飞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小九睡得不算踏实。他做了一个梦，一个非常离奇玄奥，与自己迄今为止经历的人生都毫无关系的
时间跨度达到了数十亿年的梦，似乎他开启了第3次。